天我们来一起制作这个平裁旗袍。那这次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将会直接运用量体的数据在面料上面打板制图来制作一件合身的这个平裁旗袍。而且我们会采取就是会要教2种不同的打板形式，一种呢是传统的宽松的版型，那么一种是到50、60年代后期之后，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曲线呢，要求更高了，那么就是一个比较合身的一个版型，加了这个合身的版型就是加了这个侧缝的这个胸绳们，而且对这个底摆有一点点修摆，那么宽松的版型就是有一点偏 A 摆的。那这2种制版方式我都会有介绍到，整个视频将会第一个集中在平裁法的偷金处理上，第二个会集中在对胸腰的龟波，第三个集中在对那个制版各个数据怎么量体怎么制版上面，然后第4个就是在工艺上面就是没有特别多的设计，因为这一款我选择制作的是一个长袖的，然后有里衬的。那么它工艺部分就是集中在里衬我会做双面光的，然后我选择的面料呢也是这个其实是做西式时装的面料。就是讲到这个面料的选择，我多说2句，就是旗袍其实是西式的服装体系，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服装这点大家要搞清楚。所以说你不一定一定要去选一些好像看上去很有传统风格的这种花纹或者图案的面料。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是哪怕是正式场合穿还有你日常穿，其实选择西式面料包括素色的或者格纹的都是非常合适的。什么大花呀蝴蝶呀那种，我其实个人建议最好是不要选，除非是你选到特别好的那种有那种文艺就是 Art Deco 时期的这种印花图案的话，那还是可以。但是那种中国传统图案的，你只要一旦做出来，多半都会做得像服务员，建议不要这样子选择因为很多人误解这个旗袍，它是中国传统服饰，它不是的，它是时装。OK， 这样讲吧，如果没有后面的抗战呀，然后解放战争呀，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发展到我们的时装绝对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跟在美国的跟在西方的设计师后面，感觉时间在旗袍这里就停止了。这其实旗袍最开始应该更像一个时装的 couture， 就像现在的DNG 什么这种Ralph Lauren 的这种 couture 一样的高级定制。而且旗袍其实现在应该也要走这样的路线，旗袍已经走了这样的路线了。但是实际上旗袍时装体系的话，它应该更是日常的穿着，它还没有发展到高定的路线，它就停止了。所以说现在搞得让你旗袍要像礼服一样，其实它不是礼服你日常穿着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你要是会搭配穿短袖旗袍搭什么，穿长袖旗袍搭什么，这些搭配上的事情呢，我就不多讲了。然后面料选择什么的，我个人觉得选择西式面料可能会更不容易出错一点。其他的话配色其实越简单越好，你日常穿着。所以我这次选的是一个是西式面料，然后一个是素色的色丁缎作为这个里布做双面光的里布，
还有什么来着？OK， 只会做直扣，领口做直扣，这边鞋襟不会有扣子，因为我是想我做来我自己日常穿，而且我为什么说量体之一呢？就是我会用我自己身体的数据来做这一件在做这件平裁旗袍，不是用那种标准的模特数据。那么，而且我是属于胸围比较大，臀围比较小，腰围比较粗。那么这种体型的话，那么大家也这种特殊体型的话，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怎么样去调，在打版的时候怎么样调整，而不是就是真的做一件紧身衣出来，那就没办法穿出来就没有办法看了。你的时装你是要把你掩盖你的缺陷，突出你的优点就算你不能突出你的优点，你也要掩盖你的缺陷这样才能够达到美观的这么一个目的。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就跟我一起来做，先进行这个裁剪的这个步骤吧。好，接下来我们讲材料包的准备。这次我们做的是长款长袖，含衬里的平裁旗袍。那么面料和里料，因为做的是里面双光的这种形式，所以说面料和里料的使用量是一样的。幅面的话，首先我们讲幅面就是第7颈椎点到手臂平举的袖口距离的2倍。为什么说2倍？是因为我们到时候平裁的时候，我们这个面料是折叠之后的，所以你量都是量的一半的一侧的距离，所以要乘以2，然后再加上松量，你需要加3到4厘米的松量。长度呢就是1长乘以2。再加上8厘米1长的话，你因为女性的胸围的考虑到女性的胸围，如果你的胸围是正常比例的胸围的话，那么你的前片实际上是肯定会比后片要长一点的。那么就按前片的长度乘以2。OK。那传统平裁旗袍一般就是至少都是要到小腿肚以下的这个长度，您可以自己量取。那根据你的面料，还有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量取你合适的长度。但传统平裁旗袍不会做得太短的，绝对不可能在那个膝盖以上，这是一点是必须要注意到的。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这个第7颈椎点与手臂平举的袖口距离。这个是我们从背后来看，那这里的后背中心的这个点，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那你最高点也快凸起的地方就是第7颈椎点。那么手臂平举，从第7颈椎点一直量到你所需要的袖长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袖口，量到你袖口的距离，那么就是你需要的这个需要的面料的这个幅面的1/2。当然最后还是要加上这个手臂平举来量取另外的材料呢，就是滚边布。那滚边布在我们目前这次做示范的这一款旗袍上面，其实我们是没有使用到滚边布的，因为我们做的是里外双光的这个平裁旗袍。但是如果你做单旗袍或者其他款式的旗袍的话，你要使用到滚边布，那么经常会使用到的就是直接用同款面料，或者你选择其他款的面料，那么来做这个滚边布。比较常见的是一个除了同款的面料之外，因为比较常见的是色丁布或者是平纹缎都可以的。那么这个差不多的话才协调50厘米长
同款的50厘米，就是在你的面料多加50厘米，应该差不多就够了。根据你的幅宽呢，再多长出来50厘米。因为一般现代裁那个斜条45厘米的一个正方形，这样子对角线裁下来，画好了裁下来，或者是按以前的老方法来做的话，就是也是差不多50厘米长就足够，可以做滚边及扣条的部分应该也都够了。那还有就是在其他的在制作当中需要使用到的辅料，一个是铅条，那固定大襟开襟处、领口、袖口、底边这些插口需要的这个辅料，一个是铅条，铅条的话，0.5厘米宽的铅条一卷。那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面料的选择，深色的嘛，你就选深色的铅条；那浅色的选浅色的铅条。然后还有就是束支衬，那个用来做领衬，这是必须要用束支衬来做的，不然你的领子就是不大立得起来。立领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一定要立起来才好看。那么还有一个是可容衬，这个可容衬的话，一般是用作其他就是需要那个定型的部位的面料的处理，比如说盘扣的扣条这些。以前的老方法的话，它会上浆，但是其实你想一想啊，上浆这样做的话，通常来说上浆的话，你做了之后，你只要过一次水，那些上浆的原料其实全部都被洗掉了。对于保持这个形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只是在你制作的时候，可能如果你不觉得上浆麻烦的话，那么可能会增加一些你在制作当中的方便。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再方便也没有直接用适当厚度的可容衬方便，这个看个人呐。我是习惯用可容衬的，我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用上浆的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技术是在前进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以前老的方法呢？对吧？然后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平裁裁剪的部分。那么为了就是展示的更清楚一点啊，那么我就在平裁的这个部分，我用比较小的用比例缩小的这个面料来裁剪给大家看，这样子大家可以在一个整体上更了解到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题啦，或者是我做了哪一步的处理之后，它怎么就会有布料有一些什么样的移动，就会更直观的可以去看到这一部分的东西了。对的，就会更直观的去看到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对于你实际的裁剪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好，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看到我是这个平裁是怎么样来折叠布料的呢？我用这块花布来暂时代替那个我实际要制作的面料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花布它有就是很明显的正面，这是正面和反面的区别啊。下面这块布才是我实际要制作的，但是它是正反都是一样的颜色，所以说我就是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的话，我用这块相对更小的布，整体的来给大家做演示，怎么样来进行平裁。那首先是我们把这个面料的正面朝上，这个方向是长度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幅面的方向。好，第一次呢，正面向上之后，我们把这个面料从外侧的这个边缘把它提起来，对折，在长度上对折。好。这样子使这个整个面料的反面朝外，那这根线呢是长度上的方向，也就是它的前后的这个中心线，也就是经线的方向。OK。然
后这是第一次折叠，第二次折叠呢，那我们就是右手边这个地方是折叠的线啊，这个地方是开了的两侧的线是可以分开的，一层二层。那在远离自己身体的这个方向折叠的这个中线的这边，我们提着这一头，然后再将布料纬线的方向上进行对折，好，整理平整它的中线折线。那现在我们就有4层面料了，在这里折了2折之后就有4层面料在这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tip， 就是前片的下摆，上面两片啊是前片，下面2片是后片。那因为女性的身体特征，它的那个胸部的曲线造成了，实际上它的前片要比后片要更长一些所以说你的就是制作的这件旗袍的胸围尺寸相对较小的话，也就是胸腰差，比如说我看在3厘米，胸腰差在3厘米以下的话，那么你就是可以不用做胸褶的，完全靠龟波就可以，我觉得是可以就完成了这个胸部的塑形。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那你的这个底边你可以做齐平就行了。那么在超过这个3厘米，或者是你觉得就是需要那个稍微要做出来一点的话，那你就是前片的部分你要稍微往下，就是使前片的下摆处比后片的下摆处呢，就稍微要再长一点点，就是留的距离要再稍微长一点点，因为你要让到时候捏胸褶的话，你实际上是这个地方你要提起来的，你要考虑到你要折叠上去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尽把这个稍微再往下面一点点，多个前片的下摆比后片的下摆多2-3厘米差不多。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折线，这里是前后中线，这里是肩部的这个折线，给它用熨斗把它熨烫定型。在裁剪之前，我们先要开始讲一些相关的打板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得先把这些数据和需要的纸样准备好了，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裁剪工作。那么首先是要把这个领圈的这个纸样给打出来这个是你需要事先准备好才能够进行的步骤。那么因为我们要把这个领口实际上是要整个的要挖出来的，在裁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先要确定这个领口，也就是领圈的这个尺寸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绿色和一个蓝色的这个打板图，那实际上是2种不同的打板方式，一种是比较传统的打板方式红色的这是杨成贵的打板方式那另外一个是 Torso 公司是日式的领圈，像我自己调整了一下做的这么一个打板的方式。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其实2个你都可以用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是要把领围给测量出来。领围怎么测量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沿领圈沿脖子最低处一圈你量出来，你不要量得太紧，也不要量得太松，刚刚贴着，加1指进去最好这样子你穿上去就不会太紧，也不会就是太松，以至于没有形状。那么量出来这个我自己量出来这个尺寸是40厘米，但是你挖这个领圈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可能是40厘米的，因为你挖出40厘米来了的话，那你这个领口就会过大了，你要留出这个缝缝给到上领用。所以说我所说的这个40厘米实际上是外圈这个
这个虚线的这个部分是你的实际的你测量出来的领围是这个尺寸。那么这个是粗线粗实线，那么是你的纸样，你要用来辅助你进行平裁剪裁的纸样应该有的最外的维度是在这里，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纸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前领身和后领身是怎么样的呢？首先这里是一个新点横直线，这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实际上就是你的在制版图上显示出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折叠之后的那个在经线，就是从第7颈椎点到你的那个平举的手臂的袖口的这么一条直线，就是这条线了就是这条线，也就是你的面料的那个尾线的部分。那么从这根线往下做垂线就是前领身，往上做垂线就是后领身。那前领身呢，根据杨成贵的公式呢，就是你的领围。那按照我现在要做的，我的领围是40厘米，就是加过松量以后的领围是40厘米，那么就是40厘米除以5再加1，那么就是从这个点横线往下一直到这里最下方这里这是前领身。后领身呢一般都是固定的，在杨成贵公式当中是固定的，是1.6到2厘米是1.6到2厘米。所以说我们先要做一个矩形，那个矩形的高，这个矩形的这条线是前领身加后领身。那前领身怎么做？后领身怎么做？前领身等于领围除以5再加1，后领身等于1.6到2厘米，这个是你自行决定到底你要做多深都可以的。OK， 那这是它们两个的和，就是这条直线的距离。那么领宽也就是这一条线，领宽就是这条线这条线是领宽。领宽就是领围我要做的领围是40厘米，领围除以5再减1。那么我们就根据这2个数据来做出这个矩形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角线连接起来，OK， 连接起来之后，然后在这个交点处，对角线的交点处做一条垂线，垂直于这个领身线。OK， 做一条垂线。做出垂线了之后呢，我们这条尖斜线，实际上它现在是尖直线从尖到袖是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与这个对角线的交点我们标记出来，然后在这条对角线上我们标记在距离这个端点2.4厘米的地方，我们标记一个点在这条斜线上标记的点，这2点之间的距离是2.4厘米。然后我们用虚线从这个端点开始连接刚才标记的这个交点处，然后在这个通过这个对角线的交叉点的这个垂线与边框的交点处，这个交点处连接起来，再连接这个距离这个端点2.4厘米地方的这个交点，然后再到这边的端点，把这几点连接起来，并给它做一个平顺的处理，成一个弧形的平顺的处理。那么这一条用那个虚线长虚线把它画出来，这条线就是你的领围线，就是你领围线那在现在就是我把领围做成40厘米的情况之下的这个领围线，就是这条领围线呢。
但是我们不能按照这个领围线来剪，因为这个领围线剪了之后，你怎么上领子呢？难道你再往里面再借一点出来，再来上领子的话，那你整个领宽就会大得不得了了。那么实际上我们要往内啊，往这个整个这个弧形的内圈做一条平行的弧线。平行的弧线使这条弧线与实际领围的这个弧线的距离是0.8厘米到1厘米差不多。这个一般老做法都是留0.8的缝分的，在这个上领的这里。所以说实际上你在这里跟它做一条平行于外圈领围线的这条弧线了之后啊，平行形状也是要一样的。OK， 那么把这个实线里面的1比1的画出来，把它剪下来，那么就是你接下来在平裁当中你需要使用到的这个领围的这个领圈的这个纸样了。那这边这个蓝色的这个脱手公式呢，它可能画出来的这个领围，它画出来的领围会要比这个还要再小一点，这个传统公式的会要再稍微大一点点。因为首先我要提醒大家，你这个领围画出来了，并不会说是你在计算的时候是40厘米我现在是按40厘米的领围来做的，并不是说你计算的时候你是按40厘米计算的，你画出来就一定是40厘米。实际上根据弧度的不同，它会有一点点就是误差的，而且通常都是你画出来的会大于你实际量出来的这个，但是并不会超过太多。这些都可以通过就是布料的缩烫处理，或者是就是稍微拉扯，在缝纫的过程当中稍微拉扯一下，就可以解决掉这些多余的这些部分所以说实际上出现的情况会是你的就是画出来的这个圈肯定是会要稍微大一点点，大于你实际就是在这里就是40厘米，肯定要比如说它会是40.53厘米啊，40.85厘米啊，这样子来的。但是这些都是属于误差，是可以控制出来的。那么这个蓝色的公式呢，其实是一样的，也是领宽、前领深、后领深，唯一不同的就是计算方法的不同。好 ，OK， 然后这个胸围领宽的这个胸围的这个胸围是净胸围，就是你在测量胸围的时候，你是需要带上那个你常穿的这个胸罩之后来量取胸围的。那么就是这个数字，不要加任何的松量，就是这个胸围除以20，再乘以0.7，最后加上3.4，是作为这个领宽。然后前领深和后领深，前领深是领宽再加1，后领深也是1.6到2厘米，这个你自己选。那包括其他的画法都是一样的，唯一就是取点的不一样。好，然后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在画这个脱手公式画这个领围的时候，它实际上这里的这个焦点它不是一定是在这个不一定是在这个肩袖直线的与这个对角线的交点处，它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出入，但最终你的目的是你调整这条线的目的，你是要把这条领围线要画平顺，可能离开这个点一点，但是不要离开太远，就是整个这个形状是要这个形状的就可以了。OK， 然后最后我们把它画在纸上之后，把内圈的这个剪下来，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使用到的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到的这个点，就是这样一张纸。OK， 我是这个外圈还画在这里，但是我要裁的时候，我要只用内圈在那里裁。好，我要把边缘的缝分部分去掉的。所以最后你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画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领圈的纸样。那这个虚线就是你将来要对齐你的那个肩颈
到袖口的那个直线，布边的直线部分。那这个点呢，就是整个面料你在折叠了2次之后的布料的中心点啊，以此，然后这里是前中心线，这后面一点是后中心线，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齐 ，OK， 所以这个线一定要标出来的啊。你画出来了之后，这里是留了缝缝的 ，OK， 你缝缝的这个地方，你先留着。最后剪的时候，你最后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再去做剪裁的处理的，先留着。好，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使用阳春柜的这个领围的领圈打板的公式来画这个领圈。那么我本人将要制作的领圈的这个长度是40厘米，所以说根据这个公式来，那我的前领身，好，前领身就等于领围40除以5再加1厘米，那就是9厘米。后领身，那我选择的是做2厘米。然后领宽的话，领宽就是领围除以5再减1，领围除以5减1等于7厘米。所以说我现在将要画的这个矩形的这个长度就是前领身加后领身，也就是11厘米。我们先画这么一个矩形，11乘以领宽7厘米这么一个矩形。7厘米。好，然后连接对角线。交点做两侧的垂线。OK， 前半部分前面是前领身，后面是后领身。那么我们把这个后领身2厘米的地方，我们把它标志出来。2厘米的地方，然后做垂线。OK， 这里就是后领身，这里就是前领身。好，这是前，这是后，然后这一条线就是这个点是布料中心点，这条线一直延伸下去，就是从后颈中心点，也就是第7颈椎点到袖口的这么一条这个肩颈直线。OK。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几个点定在哪里呢？一个是这个是起点，然后另外是这2条线，肩颈直线和这条对角线的这个交点，此点。然后还有一个是这2条对角线交点的垂线，在这条边线上的一个交点，这条点。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这条对角线上，距离此端点2.4厘米的一个点。这个2.4啊，不一定是就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正好就是2.4，但是你先把它标出来。这个点，你最后要根据你画的这个弧线，你要调整你的这个弧线，只要在这个点左右，让这个弧线是平顺的就 OK 了。然后另外定5个点，确定这个领圈的弧线的5个点，是点1、2、3、4、5，这里的距离是2.4厘米。OK。那我们现在用一个平顺的曲线把这5点连接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最好就是用那个6字尺或者逗号尺用这种曲线尺来把它来画，这样的让它是一个平滑的。OK， 那可以看到这一点不一定是2.4通过的，但是你其实可以把它拉下来，稍微拉下来哪一点是无所谓的，但就是保证你自己这个时候你就自己手动调整了，保证你自己这个线整个是平顺的。这里这个点稍微远离一点，或者你一定要让它通过。我现在因为录制的原因，所以这个姿势不是很顺手啊。那你画的时候，你尽量把它画的平顺一点。好，现在这条线，那么你最终剪出来它的这个实际的距离应该就是40厘米。大约的量一下啊。现在是37，所以还要再把它这个整个线再往下拉一点，一定要拉到40厘米，也就是说要拉到这条线是20厘米。我觉得是可以让它再往下走。拉长一点，这两端的地方尽量与这个底线平一点，所以这里再拉长一点。平常我都是用 CAD 来画，那这个图实际上是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的准确精准的，是多少就是多少。那手画的话肯定会有一定的误差的。现在用一根线来摆一下吧，看看到底有多长。没有那个软尺找到了。
可以看到啊，刚刚好20厘米现在。那么现在这个领圈就是这样画就是 OK 的了。那么但是现在这个领圈刚才讲过，这个领圈是实际的领圈，我们要给它向内做一个平行线出来，做一个平行线出来作为留出来的缝缝。那么实际上往里面有一个留缝缝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看你可以这样子比出来，比如说1厘米，好，你再连接这几个点，画好了，也是同样的用这个曲尺来画。好，那么里面的这一根弧线呢，就是我们最终要剪出来的这个领圈的线。OK， 但是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这个外圈实际的领圈分为，先给它剪下来啊。然后到时候最终要挖领圈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外圈的这个缝缝给它去掉。好，现在这条线我们一定要保留，这个地方这个焦点实际上就是整个你布料折叠后的这个中心点啊，一定保留住。我们先把这个剪下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开始直接在这个折叠好的面料上面来画这个版型了。OK， 接下来我们就要直接在面料上打版了。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做好了这个，我们这个面料是已经按照刚才我已经显示过的。用这块小一点的布给大家显示过的这种方式，已经折成了4层。那么现在这个点呢，这个点是布料的中心点，这里是肩颈的肩颈直线，这里是前中心线和后中心线。现在是4层布料。那么这是刚才我们画出来的这个领圈的这个样板。那领圈的样板呢，我们其实可以先把它已经摆在这个地方了，让布料的中心点对齐。OK， 让布料的中心点对齐，我们可以先用这个，先把它的这个基础形状我们先画出来，并且我们先用这个竹针把布料的中心点拼出来。就是把布料的中心点给它固定住，我们先画一下，然后固定住它。好，在这一块，在这一块的操作，那布料中心点线对齐。那我们先量外圈的缝缝，这只是一个定位啊。剪可不能按照这根线剪，这根线剪那就剪大了。
这个中心折线这里打开，然后把后片的这个领身这里也画出来。回到规定的位置，然后用珠针把这个布料中心点我们固定住。OK， 布料中心点我们固定住。那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位置是在哪里了。OK， 那我们现在要定胸围线的高度，先量出胸高。如图所示，这个胸高的位置就是从颈点靠近肩线靠近颈点的这个位置的端点开始，一直到乳点高处然后我们量这个高处。好，胸围线的高度从侧颈点开始，一直顺着身体的曲线一直量到乳点 bust point 乳点最高端的地方就是你给谁做你就量谁的，我这只是演示怎么样量。 OK， 然后第二个呢是量胸围线，在胸高点的位置用皮尺围一圈量取。那么测量的时候，你看你是里面是准备穿什么衣服来穿这一件旗袍。那我现在一般不会穿太厚穿旗袍的，里面就是最多就是一件那个胸衣了，还有或者是有衬裙的厚度也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胸高点位置水平测量一圈，然后一般加个1指到2指的松量进去，就是手指塞进去1指或者是2指最好不要做的太宽松，但是也不要做的就是太紧勒得紧紧的。那你要考虑到你穿着的舒适性，加个1指加1指的松度进去就可以了。你要看到一定是一个平行的，后背平行的。这里从侧面看到量的时候一定是前后是平行的，你不要特别量成这样，或者是量成斜的都不行的。 OK。好，我们一个测量了胸高，然后再一个测量胸围，然后胸围尺寸测量出来了之后，并不是我们实际的那个制图的尺寸，制图的尺寸是我们测量的尺寸，测量尺寸是已经加了1指的松度的是测量的尺寸再加上2厘米的和除以4，这是我们的制图尺寸。那这个制图尺寸呢是做宽松版。就是我们要讲2个不同的制图法嘛，一个是做日常宽松版 A 版的这个旗袍的这个纸样的这个公式，另外一个是合身款的。那么合身款的公式在胸围就是画图的时候的胸围尺寸，胸围的制图的尺寸是用不一样的公式的，但其实这个都不是很有在胸围方面，其实在这2款上面它都是比较贴身合身的。所以说无所谓你选哪个，我讲到这里，但这里是这个，你就按这个好了。你要是愿意用另外一个公式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画出我们的胸围线，在我们的面料上胸围线，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图。那从
从图上可以看，这个绿色的这根线是我们的胸高，我们刚才量出来的胸高，从面料的中心点开始，一直往下量，就是我们的胸高的位置，然后从胸高的位置做垂线。这根灰黑色的线是垂线，它的长度就是刚才我说的，经过公式计算过后的这个胸围的长度，胸围胸围加上2厘米的和再除以4，或者是另外一块，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就是合身款的，也就是胸围除以4之后再加上0.8厘米，这个你都可以自由选择的。那么就是这根灰色的线是一根垂线，那么这根垂直于这个前中心线的线，那么在画好这根线之后，那么我们要以这个端点胸高位置胸高点的这个端点，就是这2根线的这个交点，以它为端点不动，相当于是旋转这根圆胸围线，将它旋转向下1厘米的距离，或者你就是直接在这根胸围线上面做一个垂直向下的小垂线、短垂线，长度为1厘米，然后你再把这个1厘米的这另外一边的这个端点和原来的这个胸高点连接起来，或者你是做以这个为圆心做它的这个一个弧度以这个为圆心不动旋转1厘米的宽度下去的话，那么就得到这根实际你要画的是这个胸围线是这根红色的这根线向下1厘米。OK， 2种方法都可以，你旋转取得，或者是直接画一个1厘米的垂线来取得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我们实际的面料上来操作的话，我是根据我自己的胸围的数据和胸高的数据来的。我的胸高是34厘米，这里是刚才已经看过，这里是布料的中心点，领圈大概画了一个位置在这里，往下那边是底边。那么我的胸高是34厘米，那我就从这个布料的中心点开始34厘米向下量出它的距离做记号这里是34厘米，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做垂直的直线，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胸围，我的胸围是108厘米。那么我的制图尺寸，我想按我要做的是合体的，那么就是108除以4，再加上0.8厘米的这个松量，那就是28.05。好，我的画图尺寸是28.05。在这个胸高的位置做垂线。到这边打一个小垂线，标记这个位置OK， 这就是我的胸围线。那么胸围线画出来了，你可以就这样旋转，然后使这2个端点离开之间的距离是旋转之后这里不变，旋转之后使这2个端点的距离是1厘米，或者是你就是直接做1厘米的垂线向下，1厘米。好，做1厘米的垂线向下，我们再把它端点连起来。那么现在这根稍微有点倾斜度的这个线，其实是我们实际的胸围线。OK， 你拿近一点看一下。好，上面这根线是垂直于前中心线的线，下面的这根线是在端点向下做1厘米的短垂线之后，连接这个端点和原来的胸高线的这个端点
的这么一条稍微有一点点倾斜的线，那么它是我们实际要做接下来裁剪将会使用到的实际的一个操作上的这个胸围线，以这条线为准。OK， 好，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我们要开始画大经了。那我们先要定大经的起止点。首先在这个图上，我们再来看现在这个图。这个图上这个褐色的这个圈，其实就是我们的领圈了，就是我们的领圈了。然后这就是现在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要先不去除掉不是直接把缝缝去除掉之后来做，因为我要定大经的起止点。那起止点肯定是从它的实际的领圈开始的。有些人还会把大经的起止点要定在领圈以下1到2厘米的1厘米，应该是1厘米，0.88厘米，0.8到1厘米之间，这个都可以的OK， 你也可以有很多也是后期的话，它也是很多是直接就是紧贴着领圈的，那就是在这个位置，这里是中线，这里是这个。这个地方是布料的中心点，那么就我们把这个面料把这个纸样放在这个面料的中心点的地方，往下，在这个最边缘的地方开始起，把它作为这个，也就是这里，把它作为这个大经在中线上的这个起点 ，OK， 也就是顺中位的起点，这个是老的说法，顺中，然后在刚才我们这个胸围线的地方，我们不是往下做了一个1厘米，做了一个1厘米的垂线来形成这个得到这个红色的胸围线吗？实际胸围线。那我们再以这个焦点，这个红色的这个实际胸围线的端点为起点，向上做一个垂直线，垂直于这个原来的胸围线，其实也就是平行于前中线，往上再做一个向上2厘米的点，那么这个点作为侧缝，大经在侧缝的起点，那么这样子起止点，大经的起止点我们就得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画大经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上是面料，这边是个面料，我们现在竖着放的一个示意图。那这里是前中线，这里是刚才的这个褐色的这个领圈部位，这个绿色的线是胸高，但是已经被这个领圈盖掉一部分的，红色的线是我们画出来的这个胸围线，向上2厘米这个端点，然后蓝色这个线段紧贴着领圈的这个地方，蓝色的端点，这2点之间我们就要画这么一条大经线出来。那么怎么画呢？首先就是我们要画辅助线来帮助我们画这个弧线，这个弧线不是乱画的。那这条直线垂直于这个绿色的线，我们绿色的纸带都是一样的，这是胸高线。那这里的起点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起点，也就是那个顺中的端点，也就是领圈的最低点，是含了缝缝的领圈的最低点啊。然后这里做一条垂直于前中线、垂直于胸高线，也就是前中线的垂线。那这个直线的垂直线的它的长度呢是领宽加3到4厘米啊，领宽加3到4厘米。那有一些人他喜欢把这个大经的上宽的地方做得窄一些啊，这个其实是个人审美的，你可以再窄一些。那么现在我讲的是领宽加3到4厘米啊，我们刚才的领宽是多少来着？刚才我在做的是我的前领宽，领宽是40除以5减1是7厘米，所以说我在这里的领宽实际上就是我做10厘米 ，OK， 领宽是10厘米，然后这条垂线，这条垂直线是10厘米长，然后我连接这个垂直线的这头的端点到另外一头，就是刚才做的这个红色线往上做垂线2厘米的地方，连接这个端点，也就是这个端点啊，这是它的侧缝起点，以直线连接两侧端点。连接好了呢，
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折角，在这个折角呢，我们将这个折角做一个，把这个折角在这个折角的交点的这个地方做一条中分线，就中分这个折角。那也有的人呢是直接是做一条垂直线，垂直于这条斜线，OK 都可以。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做中分线，好像这个整个弧度会更顺一些。OK，anyway，这条短直线的长度呢为1到3厘米长，然后再在这条线段的中心点再做一条垂直于这条线段的短垂线，它的长度为3到3.5厘米长，然后我们连接这个端点的起点，再连接这个小垂线的端点，再连接这根小垂线的端点，一直到侧锋的端点。连接好了之后，我们把这条线画顺。首先，在大筋上宽的这个地方的这条线要稍微平一点，尽量与大筋上宽的这条垂线就是合在一起。你想想看，大筋通常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在这里要稍微平一点，然后下面这个弧形你用六角尺来画，要画的稍微就是顺平滑好看。你不能一下子这个为什么这里都只给了这个一个大约的一个值，就是你有自己的喜好的一个也叫什么来着？你可以有自己的比较喜好的弧度去画这个大筋线。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胸围比较大的话，那么在做大筋这条线段的时候，你的胸围越大，这个地方尽量就要稍微也就是要再大一点。不然的话，你如果这个线段比较短的话，这个大筋盖的过多到了，它其实就会伸出去一点，这里就会不容易平，这个曲线就没有来大筋的这个曲线，就是最好是顺着你的胸部的侧面的这个形状顺到腰间去的。所以说这根线呢，胸围越大，那么这根线就需要越长呀。这个就要自己慢慢的再多做多体会了OK， 好，现在我们就在实际的面料上，我们来画这个大筋。好，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自己的尺寸的这个领身的这个领宽线是7厘米，所以说我在做的时候，我的这个我的大筋上宽的话，将会是按照7+3厘米来做。因为其实就是你的胸围比较大的话，你的上面的大筋上宽其实也不宜做得很短的，因为你要考虑到一个协调性协调整体的美观和协调性。到底这个大筋上宽要做多宽多大，这个其实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的。你不能明明是一个比较就是像我一样胸围比较大的人，你非要做很短的那个大筋，其实是并不会好看的。OK， 现在我们这里刚才这里画的这个线就是已经是这个已经是包含了缝缝的这个领圈线了，我们没有把它剪掉的。OK， 领圈的地方还在的再来看看是不是 OK。 从领圈的底点这里，有些人会再下来一点，再下来0.8到1厘米，这个都有的。因为这样子做的话，可能会更容易，就是怎么讲在包边的时候会更容易处理一点在包边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处理一点，处理折角。但我做的是光边的，所以我这里我就直接从简洁的角度出发，那我就直接在这个顺中的最底端画垂线10厘米。10厘米 OK， 这里打一个交叉来定位。
所有因为用划粉划的话，不容易像你笔划得很准确，所以说在端点的地方你就打一个小交叉点，让你知道哪个点是真正你最重要的这个点。所以然后我们最下面这个地方，从最下面这根斜已经最后做的斜线，稍微斜下的线，然后再往上做2厘米，2厘米在这里。OK， 那这个焦点是2厘米的焦点。我们这就是大筋在侧锋上的焦点，这就是大筋上宽的端点。那我们现在把这2个端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好，连接起来了。我们简单一点做直接这个，我们就不做这个角度的平分线了。你要做平分线的话，你用那个角度尺来做。那么现在我们做这根线的垂直线，那我做2厘米进去。对，1到3厘米，我选择做2厘米进去啊。然后我们量一下这个的长度是多长，这根直线的长度是30厘米，那么是在15厘米的地方做一根，这是它的中线。那我因为胸围比较大，我做个3到3.5，这是一个标准长度的。那我做个4厘米吧。就是这些东西，公式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死的，人是活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标准体型，因为体型分 A、B、C、D。这种胖瘦、高矮、胖瘦这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体型的3到3.5。那像我特殊体型的话，我觉得我要做到4，所以我做到4了。这个你做多了，你大概你就会知道，就会有感觉了。这个就是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么现在就来连接这几点。那么连接这个端点到这一点呢，你如果把这个线做的比较直呢，那么这个就是就是脑旗袍里面比较常见的厂字经了，像个写了一个厂字一样的。还有后面就是到40、50年代越往后，这个经它就是倾向于把这里画的更圆一些，不是一条直线，更圆一些啊。当然圆一些就更在处理上面就更可能就是更不大好处理了，所以我们还是做直的，直接直线连接，然后与顺滑的曲线连接这3点，这个端点、端点和端点 ，OK。好，关于这个大筋线的画法，再多说2句，就是脑旗袍里面比较常见的，其实就是像现在这样画的这么一个厂字经，
像一个工厂的厂子一样的。那后来也有，但是开襟其实有很多变化的。那么也有在这里这个波浪形状，在这里圆角的这样子搭下来，圆角的这样下来的是一个大圆襟。那也有这样子从这一条点。从这里开始直线下来也有的，也有直接从领中线，就是前中线的这个大襟起点开始，直接就连两个端点直线连接的，这也是都有的。还有就是为了做双襟的，然后在这里这个曲线会做的特别明显，然后同时还有在这里是把它做成两个这样的曲线的做成像波浪一样的这个曲线的，就是大襟的画法，你就是掌握到这两个端点，中间的话其实就是自由发挥了当然旗袍是有自己的定式的，所谓的自由发挥就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了，那只要这两点定了，怎么选择都是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看这个示意图我们就是从这个剪刀的这个位置，沿着布料的边缘从外层把第一层面料掀起来，然后从这个外面这里沿着这条黄色的箭头线剪到这个大襟的在侧缝的起点的这个位置，然后沿着这个大襟线一直剪到顺中的底点，绿色线和这个领圈这里交点的地方，也就是大襟的在前中线上的指点，剪到这个位置之后折向上就是像那个布料的中心点的位置，在领圈的范围内剪到整个领圈的深度的2/3处，也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三角形指示的这个地方，差不多不用特别的准2/3的位置，然后停住。这是只剪第一层面料现在我们在实际的面料上操作给大家看。我们还是在这个胸围线的这个地方，胸围线的在中线上的端点处，我们用这个珠针把它固定下来固定在这个剪裁的这个板上面。然后我们在剪裁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这个大襟的起点，看清楚大襟的起点在这个地方，然后掀起，现在这边一共是4层面料，我们只掀起最上面这一层，只剪这一层，那它就是从布料的边缘部分一直剪到这个在大襟在侧缝上的起点，就直线剪进去就行了。剩下的这些面料实际上在后面你可能都会用着的，我们不要把它剪得奇形怪状的，尽量把这个面料留到足够的地方这根直线我先稍微画一下，其实不用画的，但是我给大家看，大概知道这么个意思。好，第一层面料只剪第一层面料。第一层面料剪进去。剪到这个起点了，然后再顺着你的大襟线，画好的大襟线，一直剪到前中线，也就是顺中的起点。
剪到这里，再往上剪。好，我们已经剪到这儿了，剪到顺中的底点了。然后2/3的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我们挑起来，看到没有？只剪这一层啊，在顺中线的位置，剪到2/3的地方停。好，没有剪到底，顶点在这里，就剪这么多出来就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示意图，这是用纸片来折叠的，让大家可以就是明确的看到这个在折叠的过程中会有什么变化的出现。那么我们先是把这个，我们不是大经线已经剪开了吗？我们把上片大经的上片这样翻开，然后在这个顺中的位置，第二层部其实就是左侧的顺中位置，就是前片的左片的顺中位置。Anyway， 就是第2层部，在领口的这个地方，掀开了之后领口的这些地方折叠起来1.5厘米的面料，折叠起来1.5厘米的面料，在这个地方，这个红色箭头对准的地方折叠起来了以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用纸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清楚了，因为这里折的1.5，那么你整个这个前片的这个面料其实就会自然而然的向上有一个起翘，它的中线其实就会向上，整体就会向中线的外侧有一个移出，就会移出这个外侧。就是至于移出多少出去呢，其实是看你的这个旗袍的，你要做的旗袍的长度来决定的。所以说这里到底移出多少出去，我是不能够跟你一个确切的一个数值的，这个要看你到底要做多长的面料。但是这里折叠了1.5厘米之后，它是肯定要向那个整体向中线外侧移出去的，这个前片的这个中线。所以在折叠了之后，你一定要把你的前片的这个面料整理平整，这样才是对的，才能正确的进行下面的这个操作。所以现在我们在实际面料上来操作一下。现在顺中部第2层面料的顺中部位，把折叠1.5厘米。好，我们先画出1.5的这个位置来，只要在这个顺中部位就可以了。1.5厘米，我们先画一根线，然后再画一根线，距离这根线1.5厘米。现在这2根线之间的距离是1.5厘米，我们把它折起来，2根线对齐，折起来，然后用珠针把它固定，用珠针把它固定。OK， 可以看到这里，珠针折起来1.5厘米，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整理面料。首先，大家要看到啊，我的布料中心点是不变的啊 ，OK， 布料中心点是不变的。还是在原处。正如我们在右上角这个教材里所看到的一样，我们在进行了这一步操作之后，我们是要把整个前片面料，就是第一层和第二层，那向上整体要有上拉的这个动作，使前后片在这个胸线以上到布料中心点的位置，它是整个平整的，是有一个上拉的。我们移开在胸线上的这个珠针，我们来整理，将下面的面料整理平整。第一层上片的面料翻开，那要让这里变平整，势必要把这边的面料往前往下拉，你看它就会往前移了。好，我们继续整理面料，就是因为你做大幅的话，在整理面料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你看，这整个面料现在前片的中线已经往前移动了。你要因为这里已经就是折起来了之后，你要把它放平的话，整个都要往侧上方的这个地方去移动。你就是自己先估一下，大概要移多少，一般2-3厘米，然后就是在肩线的这个地方。你看，现在你这里其实已经有一条折线，之前折的就是我们不是要用熨斗先把这根线前中线和这边先熨齐吗？熨平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根线和这根线肩线已经下斜了，大概2-3厘米左右的样子，看你的这个裙长的长度。而这里已经看到它其实前片后片又这样错开了。已经错开了，但是就是你所有的整理，你都要保证你的面料是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平的。这个地方没有平，那我还要把这个面料往上提一提，我把下面面料往上提一下。往外提，所以说在制作之前先熨好，把面料熨烫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不可省略的。好，大家其实可以从我这个斜的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原来我这里放的是齐平的。现在它其实已经斜过来了，这是第一片，第二片已经在这下面很远的地方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进行下一步。OK，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这个
中线前片的中线这里也往外移了一些的，但是出于我们在胸部塑形的原因，我们还是把这一片在这个地方，在胸线的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把它就是上片的位置在这里，我们还是让它继续是与前片是齐平的，我们还是把它移回来，这里移回来，然后用那个珠针固定。我们要保证这个地方还是那个再同一点，我们尽量所有的这个处理都是在下一片进行。好，这里稍微有一点起皱，我们不管它，因为我们待会儿还要再拉下面那一片。下面接下来要拉的是哪一片呢？就是我们现在前片已经在尾部超出了后面的中线，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超出了很多了。那么我们要通过拉这个面料，让它再回到同一条中线，首先回到同一条中线的位置下，并且我们要再往下再拉一点。我们首先把它拉第一片布，先拉第一片布最上面的一片布，那边注意胸围线那里是一定要固定的。OK， 往下拉，只拉第一片布，最上面这一层。OK， 拉到这里了，这就是下片的中线，也就是原来的那个中线。因为我们后片是一直都是没有动的，所以说我们把第一层拉到下那个后片的中线露出来，代表我们拉到原来的位置了。但是还不够，我们要把它继续向下拉，继续向下拉，使这个前片的这个中线距离后片原来的这个中线大约2到3厘米啊，大约2到3厘米。我们拿尺子来比划一下，2到3厘米在哪里？啊，2到3厘米就那么长的一个距离，我们在这里比划一下，2到3厘米在哪里？2到3厘米，好，在这里画一个记号，拉到2到3厘米的位置，这里做出记号来。好，我们继续拉上片，好，拉到这个位置露出来了，这里放大看一下。好，这条线距离后片的中线，也就是一直以来我们的中线它没动过，也就是原中线，也就是后片的中线，这条线距离这个中线边缘2到3厘米 ，OK， 然后把我们拉4层布叠在一起，最上面这层布往下拉到它的中线位置，跟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记号齐平 ，OK， 你就拉到位了。然后我们用那个珠针把在这个位置把这前面上面这3片固定，剩下最后一片不要固定啊，最下面那一层不要固定，我们只固定上面这3层 ，OK， 好，最下面这层没有固定的，只固定上面这3层，用珠针把它固定。好。接下来这一步呢比较具体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刚才翻开的这个上面这一层啊，剪大筋剪开的时候，最上面这层我们把它翻开的这一层，然后我们不是这里是剪开的吗？然后我们在这里剪一刀进去啊，这一刀的位置不要超过这根线啊，就稍微剪一刀进去。那有些做法是剪个 Y 字形啊，你剪一刀或者剪 Y 字形都可以，就是不要剪得太深了，它大概也就最多剪个3厘米吧。然后 Y 字形就是在你已经剪了这条口上面，在这侧边再剪一个小口，让这个口拉得更大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把这
这一片，上面这片往下拉，往下拉。我们剪这个口的目的是要把它拉，让这个缺口拉开1.5厘米。1.5厘米啊，1.5厘米，差不多就是1指宽的样子啊，拉开1.5厘米，往下归位，但是归位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把它拉开1.5厘米的这么一个细缝。下面的面料在平整的情况之下，让它有一个1.5厘米的，拉开1.5厘米。1.5厘米，你可以用无纺衬把这个1.5厘米的这个地方烫在这片布上，让它固定下来。你也可以大概你都熟了，你也可以不用特别就是去去固定它，你大概知道它就在什么位置了。OK， 这个地方拉开1.5厘米，大概也就是1指宽，然后用珠针在这里把它先固定，就是第一层的面料它现在有交错了，在这里把它固定一下，用珠针固定一下，可以看到啊，这里用珠针固定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再次来整理面料。第一步呢，是我们这里底边不是已经固定了吗？然后我们捏住，在这个地方固定的这个地方捏住4层面料，这里其实就是新的中线了。那么把最下面那层布，第4层布往下拉，让它就多出来的这个2-3厘米从下第4层往下这里拉。让它让这里现在是新的一个中线了，让这里是新的中线，第4层面料就要往下拉整理，然后同时这个地方，这个第1层面料刚才在这个顺中处剪了一个 Y 字形，或者你只剪个1字形也可以，拉开了1指宽的宽度，也就是1.5厘米。那么这个时候你拉在做这个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面料是要往上继续再往上斜的，你把它拉开，这整个上面这一片布它是这样往上斜出来的，往上斜出来的。但是因为你底边的这个布你往后拉了之后呢，你往后去把它拉平。好，现在就是两个点，这2个点。胸点这里是固定的，然后底边的这个点也是固定的。我们实际上是可以这样来处理，拎着这两块，我们抖一抖，我们把面料抖一抖。往上点，我看一下。好，我们把这里整理平整。
整理最下面那层，让它平整起来。固定一下，先整理最下面这一层，然后整理中间这2层。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拉第1层和第4层布料，把它就是向下拉到合适的位置。那么在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是会它的面料是会自动的往右上方，也就是往肩颈斜线的方向自动的移动的。所以说你在整理面料的时候，你其实把这4层面料整理到位了，整理平整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会是一个逆时针的一个是个逆时针的一个旋转的一个趋势。那这个趋势你把完全按照这个趋势来执行了之后，把面料整理平整了之后，就会形成了大襟盖住小襟的这么一个余量，而这个余量就是我们所谓的偷襟的一个基础，就在这里了。这样子帮助我们下面这一步把小襟拉下来，盖住这个大襟，形成偷襟，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在前片的拧圈处，分别在第1层打了个 Y 字形剪口，在第2层我折叠了1.5厘米进去，在拧圈处折叠1.5厘米进去，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偷襟的处理。那么这样的处理会使我的胸线前片的胸线到那个布料中心点的距离短于后片的同样位置。所以说我在整理的时候，第一步我就是已经把前片往上提，等于是将胸线上移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步骤啊，不是拉伸的，是提了，整个面料上提。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里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隙，在这个肩线的这个地方，这里其实就是偷出来的偷襟的容余量。你把它现在这个时候，你把下面都整理平整了，你再把上面这片布，让这个空隙不再存在，贴着下面内层的那个，把它拉下来。这个时候你的肩线也就变斜，而你偷襟的部分也就出来了。很轻易的。这里现在就是轻易的就盖住了这个襟这里了。这个干盘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当你把这个下面4层都整理好了之后，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原来我们熨烫好的这个肩部的这条斜线，有这么大的，这条是新形成的这条那个肩袖直线，可以看到有这么宽的这么一个往下拉的量。那么在没有这个最上面的这一片的上片啊，第一片的上片，在我们刚才没有拉之前，你可以看到它中间这里有个很大的空隙的。我们把下面这个经过前面的步骤，把下面的布料整理平整了之后，你就往下拉这一片，把这个空隙给去掉，也就是让内层和里层的这个肩线再次变成紧贴在一起的一样的，去掉这个空隙，让这个空隙这里就再没有它两个就是紧紧的合在一起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头巾的容量，这个时候就真正的做出来了。你要有那么大的 gap， 有那么大的空隙，就代表你之前的步骤是做对了。你看现在这个地方，这里是我们剪的大筋的地方，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一片拉下来了之后，这就是很明显的大筋和小筋互相之间有那么宽的余量盖住了的，这就是偷筋偷出来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的肩线也不再是之前的一条直线，而是有向下的一个弧度。可以看，这里是面料的中心点。基本上就是这么大的尺子和这个面料之间的距离。这里的是一个垂直线，那现在肩线其实已经往下倾斜了，这也是刚才我们做出来的那个空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偷筋偷出来的呢。通过折叠、牵拉这种方式，就是要把肩线整理平整。好，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在整理平整之后，这里有点皱起来，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刚才这里在第一层面料剪 Y 字形或者一字形一指宽的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固定了吗？我们把这个珠针去掉，然后我们整理这块面料。这个时候它实际上你自然的整理它所形成的样子就是它会向外伸出这个前中线大约 0.6 厘米的样子。放大大家看一下。肩线整理平整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就会伸出前中线，会伸出去，看到没？多出去0.6厘米左右的样子。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还是要保持是1.5厘米的这么一个就是剖开的这么一个。好，我们再把它固定住。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示意图。刚才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这个上面这一层，第一片的上面剪开的这一层小筋，我们往下拉。这个地方虚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固定的1指宽的这么一个拉开的这么一个剪口，然后往下拉，然后让这个在肩线在这里的这个缝隙，肩线在这里的缝隙就是让它再次重合，就没有这个缝隙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整个把它整理平整了之后，整个这个第一片的上片部分，在这里它就会向上伸出0.6到1厘米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多伸出整理平整之后，会向外伸出前中线约1厘米，0.6到1厘米。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伸出去的这个部分，把它反折向上反折过来。你可以把熨烫把它定型，你也可以用梳缝把这个反折的这个部位给它就是固定下来这就是下一步要做的。好，下面这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重新量取顺中整理这个胸位等位置，然后就是会要在这个我们已经整理好的这个面料上画出旗袍的版型了。那公式我们后面会讲到。那而此时呢，就是胸围过大的体型嘛，会要根据我们事先画出的胸褶线捏出胸褶，并且梳缝固定胸绳。那在所有的这一切之前呢，我们先要再整理这个最后一步的整理面料。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蓝颜色的线，那是一条虚拟的线，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胸点这个地方，也就是原来这个蓝色的线，就是原来在你所有的整理那个就是在你所有的拉伸之前，各种提拉面料、整理面料之前那根最原始的那个中线，其实就是这根线。那么这根线我们就是因为胸围线这根点，其实我们也是一直都就是拼在这个桌子上，一直没有变的，所以我们就是以这根点。好，然后还包括上面这一小段的距离，顺中的距离，这个线的倾斜度其实也都是没有变的。以这个地方为准，画一条一条直线下来，作为我们的原始的，其实也就是新的，就是以胸围为点的这么一条新的这个也是原始的这个前中线后中线合并在一起的。那么就以这条蓝色的线作为指带。在现实当中的话，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就是在你的缝纫桌上、裁剪桌上，你用棉线拉一根那个直线，在那里贴紧你的那个胸点，然后你之前用珠针固定的这个胸点，那么这么一条直线，在经过了前面几步的整理了之后呢，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知道我们的底边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距离这根线是要有2-3厘米的，所以根据绿色的箭头，我们是要把底边就是四层面料重合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底边往上4层并行在一起，就是我们实际面料的底边的这个中线往上，让它贴近这根蓝色的这根中线位置，往上贴。但是不要左右移动，只是把它往上，这4层面料一起往上贴。然后呢，当你做了这个动作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中间腰部的这个位置，因为这里是不动的，胸线这里不动的，你把一根斜线你在同样的位置左右没有动，你把它往上拉了，这里是比原来这个斜线肯定是比这根直线要长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地方肯定会有面料会拱起来的，就会多出来一些面料在腰部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就要用那个熨斗把这一块烫缩，本来腰部也都是要缩进去的，那么你就要在这个腰部的这个地方多出来的面料在腰部的这个地方进行缩烫，龟波处理的这个龟的这个烫法，把它烫缩进去。但是仅用龟波的方法呢，在腰部进行处理它的曲线是不够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在红色箭头，也就是腰线的位置，把前片，也就是上2层向后拉，将这个前中线拉来远离这个蓝色的这条线1厘米。差不多1厘米的样子，只拉前上2片，也就是前片拉出来，这样子后面可能会有一点皱，我们先不要管它，之后再整理就可以了。然后用珠针固定。然后就是臀部的话，我们就是把下面2片，也就是第3层和第4层后片部分呢，在臀部的位置把它拉出去，超出这个蓝色的线条1厘米，只拉后片因为臀部的弧度是只体现在后片的所以只拉后片。
那前片1、2层胸部的那个位置，我们也要把前片拉出，超出蓝色线1厘米，只拉前片。接下来就是做这一步，因为我用图画出来的话，大家比较容易看得清楚。那用视频的话，可能那个里面的内容太多，你不一定看得那么的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的同时，你要把新的中线和间线这些位置全部都要进行新的这个熨烫定型。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也是牵拉了一根这个白色的棉线。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那么在这里是起平，我把它往上拉了和这条线齐平，然后中线的胸线的位置在这里也是齐平的。那么这边拉出来了之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有多出来的拱出来的面料，那我们就要用熨斗把它烫缩。并且在腰部的位置将前片向后拉开，远离白线1厘米的样子，再进行处理。然后在臀部把那个后片，也就是第3、4层向外，再拉出超出白线1厘米，这个是为做臀部的塑形做准备。并且用珠针把刚才拉出来的1厘米和缩进去的1厘米都定型并整理平整了。我们首先是要把这个地方平的，把它给烫平。烫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个龟的处理。龟的处理的话，你是不能就是拉伸面料改变它的，恰恰是就是从上直直的用高温来把这个面料压平。这才叫做龟，我们把纤维归在一起。把一根10厘米一条，比如就是很形象，就是把10厘米长的一个布条，经过你的龟烫之后，它变成了8厘米，这就是龟的本质。龟也是有极限的，不是你想龟多少就能够龟到多少。所以说，在压的时候，在烫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子推来推去，这样是不行的啊。差不多。刚才拱起来的这一部分已经差不多了，这后面还有一点点。就是直接压下去，高温让它纤维之间的距离缩短，那布料也就缩短了。而拨就是把纤维之间本来，比如说它相距是每根纤维之间它相距的是1毫米，你通过高温和拉扯这样子来定型，让它变成了2毫米，这就是拨。也就是比如说就是形象的说就是8厘米的长的布条，经过你的拨的处理，它变成10厘米长。我们之前重新整理好这个我们的这个剪裁的面料之后，它基本上就摆成了这么一个样子啊。除了这个地方胸围的地方是向外，要用龟拨的方法，主要是拨的方法，把胸围处向外烫出这根，往外突出1厘米，烫出1厘米，只是前片，后片不烫啊。然后腰围处往里，往这个方向。从中线往腰部侧缝方向向里缩烫进去1厘米，
然后臀围下片，不是上片啊，后片也就是后片最下面2片向外拨烫1厘米，尽量拨烫一点，不一定到1厘米。进行这个步骤的处理之后，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等于是把面料重新整理好了，那我们就要开始在这个面料上进行打板的这个过程了。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打板图呢，它是最传统的宽松版型的这个打板图，然后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顺中和胸围线经过前面的步骤，大家是可以了解到这里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胸围线以上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就是一个是要重新定我们的腰围、臀围，还有我们的底摆。那在这一种宽松版的打板图，你可以看到这里实际上收摆收的很小的，基本上是一个 A 摆形状的，其实也不是 A 摆了，A 摆的不厉害啊，这个收摆只往外就是出了1.5厘米，所以说这是一个日常穿着的比较传统的这个打板的这个剪裁图。那我们大襟这里前面这里都不用管了，那我们第一个需要量出你的从背后后背第7颈椎点到你的袖口你要做多长，当然这个也是受你的这个面料的幅面的限制。如果一定要面料幅面不够的话啊，对折之后幅面不够，那多出来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用之前在这个部位的那些多余的面料来拼上去就行了。 OK， 然后呢就是胸围线我们已经画了，腰围线腰围线首先我们要定腰围的位置，腰围的位置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它的就是腰高，其实也就是前腰节长。前腰节长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个图前腰节长从侧颈点顺着身体胸部顺着整个身体，不要悬空贴着身体一直到腰围线 OK， 这么一条直线的距离，那就是从面料的中心点这个位置开始向下量出它的距离来，然后在这里画一条垂直于前中心线的这么一条直线，作为它的作为就是你的那个腰围线。那么在这个宽松的版型下面呢，这个腰围线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腰围的长度，是一个腰围的维度是一个相对的距离，也就是你在这个情况之下所画的在这个图上面你的胸围减1比如说在这张图上胸围是23，那就是23减1，在这里胸围23的意思是指在这个制图的时候，它制图尺寸这里是23那么在这里就是23减1，就是22厘米这个地方的胸围。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公式胸围的公式在这里，就是你的实际测量值。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实际测量值怎么测出来的？加一指松量测出来实际的胸围，除以4之后得到的这么一个数值。那有些还会再加一些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加松量什么的，但是我们现在初入门就先不要考虑太多的款式上的松量的问题就这个肯定是足够了。 OK， 测胸围的时候一定是穿上你最常穿的这个胸罩，然后量取的这个胸围的这个数据然后 OK， 从布料的中心点向下，在前中线上向下量出你的那个前腰节长是多少，然后在这一点标记这一点，然后做前中心线的垂线。那么它的这条腰围线，这个制图的腰围线的长度为你的胸围线减1 OK， 然后下面就是要定你的臀围线，而臀围的位置是由你的腰长的测量值决定。那腰长是什么呢？在这里 OK， 胸围线到臀围线的垂直距离
在这个上面就会每个人的身体，就是中国人就是腰长啊，那一般就是标准体型的距离，腰长是10厘米左右的样子。那中国人因为腰长的话，实际上还会更长，像我的腰长已经达到14厘米了啊。但是我就在做的时候呢，我想通过改这个版型，把我的臀围线提高。所以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是说量体之一，就是每一个尺寸都要按照这个你实际的这个尺寸来。你有些尺寸你是需要美化优化的，有些尺寸你不能动啊。比如说胸围，你在这个款式上面，在这个旗袍款式上面，胸围你就最好不动了。你胸围再动了，那就不像旗袍了。在胸围方面，你肯定是要合身，然后腰围合身，但是腰围线可以提高，臀围线的位置是和腰围线的位置是同步变化的，也就是说腰围线上它就上，腰围线下它就下，并且其具体数值是可以有合理的增减变化的。我臀高的测量值，实际上我的腰长的测量值14厘米，我提高一点，我把它提高到标准的这个臀高的数值，我把它提高到10厘米。我在制图的时候，我将以10厘米来制图。OK， 这里是一些可以调整的地方，就是不能太死了。你作为一个裁缝，你是一个好裁缝还是你是一个不好的裁缝，其实都在这种地方你就可以体现出来了。衣服穿出来不是说把你包得来像个粽子一样的，就是展现你身体的缺陷，不是这样，其实是要裁缝的妙手来通过对衣服的一定的改造，让突出你的优点，而掩盖你的一些就是身体上的缺点。OK， 好，然后我们就是那么这个腰围线和臀围线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个腰长值，刚才已经讲过了怎么测量啊，那你就知道了腰长值，然后腰长值从腰围开始向下量到腰长的值，然后再做一条垂直于前中线的这条直线，它的长度呢，也就是你的臀围除以4，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臀围也是一个你可以改的。比如说我用我自己的尺寸来做的话，我的臀围其实相对于我的腰围来说是比较小的，而在正常的体型之下的话啊，标准体型之下，胸围和臀围其实这个数字是很相似的，是比较接近的，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体型，一个比较就是很标准的一个体型。但是你比如说像我一样的，我的臀围比较小的话，我不可能到时候做出来是一个完全就这样子斜进去的了，我的臀围肯定要超出我的腰围啊，甚至要超出我的胸围，还要再大一点，这样才好看，对吧？所以说在这个臀围这里，在臀围的这个画这个线这里，你就要自己去斟酌怎么样把这个线让这个曲线是一个好看的曲线啊，能够让你穿上这件量体而做的旗袍之后，能够比如说你臀围小，那么你穿上之后，你把臀围调大一点，但也不用太大啊，调大一点是合适的程度，让整个线条变得很顺，好 ，OK。这个是宽松旗袍的版型是这样子画的，那你画好了之后，然后这个是底边，那从我们测量我们的裙子，从这是布料的中心点开始往下量，你也可以从你自己要多长的距离，你从这个顺中的起点，你再往下量一下，你最开始预计是多长的距离，你自己从那个领口。锁骨差不多在锁骨中间的距离的位置，你往下量一量，你要量到多长？你的那个旗袍要做到多长啊？这件旗袍的长度是107厘米 ，OK。从这个布料中心点往下107厘米，实际上是一个中等长度的旗袍，在应该是在腿肚左右啊，根据不同身高，根据这个身高应该差不多在腿肚左右的。那么，底摆是怎么样呢？底
底摆的长度也是从这个臀围线你定好了之后，从臀围线另一在侧缝上的端点向下做垂线，然后在裙长的最底点向右做垂线，两条垂线直角相交，在这个交点向外，底边向外再伸出去1.5厘米，伸出去1.5厘米，然后伸出去1.5厘米之后，再向上做一个1厘米的垂线。那么这个1厘米垂线的这个端点呢，就是你的裙摆起翘之后，你的侧缝的终点了。那么现在就从这一点开始，一直连臀围线、腰围线、胸围线，好，这就是它的侧缝的几个关键点。那么我们的袖长也是一样，从这边一直向下量到你要的那个要的长度。然后袖口的话，你量到哪里，你要多长的袖口，你量到那个位置之后，你量一下你那个手臂在那一块的那个维度是多少，那么你再加2指进去。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旗袍的一个维度，比较宽松、稍微舒适一点的维度，不能太紧，穿上去活动之后会不舒服的，所以加2指，然后量一下这个你的旗袍长度袖口的地方，那你的手臂的维度要多少？然后把它这个维度量出来之后除以2，那么就是你这里袖口向下做垂线之后要做的长度是多少？那么这个端点将与这个胸口就是胸围线这个端点一起连成一个顺滑的直线，顺滑的弧度线，那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袖口了。那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就是 trick， 就是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的去做这个垂线，就是这里做一条和刚才我们画大经一样的地方，这条直线，你做一条这条直线的一个垂线，那么使你在画连接这1、2、3、4、5连接这5个点的时候，在这个袖底的这个部位，尽量让你的这个弧度线，就是让你的这个曲线顺着就是切着这个垂线而过 ，OK。然后你在这里做这个袖线的时候，你在这里先做一条平行于这个肩袖直线的这个线，从另外一端这样做一条，这里是肩袖直线嘛，稍微斜一点的，然后在另外一个端点也做一下。那么你在划这个弧度的线的时候，你划到这边，你就尽量切着这条直线这样子来过，就是这条线要画的顺滑 ，OK， 你不能突然一下这里弯进去很多，然后就是这里一定要顺滑，你看 ，OK， 这个就是宽松版型的。这宽松版型我就在这里讲一下，因为我要做的是更复杂的，就是做特殊体型合身款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在侧缝上我们要加绳啊。好，接下来看这个版型图，那就是做比较修身版的版型呢，它就会在画这个几条线的时候就有不同的需求了 ，OK。这个开襟的地方我们不看，按照我们之前的我就讲过，这个是你自己随意的，这里是直接就是画的曲线的，你可以看一下，这都是2种画法，这是直襟的，然后这就是一个圆襟的大圆襟的一个画法，直接就是一个反 S 形状就这样下来了 ，OK。然后我们现在先来看，首先，胸围线跟之前是胸围线的位置是一样的啊，要量胸高，布料中心点向下量胸高，布料中心点就是我们的侧颈点啊，
胸高的位置，胸围线，这条是胸围线。然后腰围线的位置，前一交节长，从侧颈点一直量到这个腰围线的位置。然后这是臀围线，这是臀围线。臀围线刚才也说了，从腰围线到臀围线，量出它的腰高，也就是臀高这个位置。好 ，OK， 然后在这两条线的中间1/2的地方是腹围线中腰线，也就是腹围线，在这里标记出它的位置来。然后是下摆线，下摆线就是你量出来你要做多长的裙长，裙长加上裙长加上你的这个缝缝的长度，然后在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下摆线的位置点标注好，最后我们来画它的长度，然后还有一个位置要标记的就是从你的间斜线向下做垂线，这条垂线的长度等于袖拢，你要量一下袖拢线，就是袖拢的维度加上5到6厘米的松量之和，再除以2，就是你的台间线，这叫台间从你的间斜线开始往下做一条垂线，那么垂线的长度就是袖拢围加上5到6厘米，然后它的和除以2。那我们把这个位置标记出来，你最好在这里也是做一条那个垂直线这样子过来，在这个位置做一条垂直线这样过来，提示你自己。然后是胸围线，胸围线计算公式这里可以看到是胸围，你测量的胸围除以4加0.8厘米 ，OK， 然后腰围是你的腰围的测量值除以4加上1.3厘米的松量，然后你的腹围也就是中腰围，那么等于你的腹围线除以4再加上0.8厘米的这个松量，然后你的臀围，我们在这里假设臀围等于 x， 那么这个 x 的等于臀围线，刚才我们有讲过，臀围线也可能是有调整的这些维度都是有调整的，你可以调整的，这个调整完全根据你制作衣服的需求了你想怎么样通过调整这些维度来让这个衣服穿在人身上之后能够突出优点掩盖缺点这个是要经验来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了。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一个实际的怎么样去做。 OK， 臀围除以4再加上0.3厘米的这个松量，这是臀围线的长度。那么下摆线呢，下摆线在这个款式，在这个修身版版型里面，这个下摆是稍微我们要做一些收下摆的，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宽松版型的，所以说它下摆线的长度在这个版型，在这个板子里面它是臀围线，也就是 x， 我们这里刚才假设臀围线的这个绘图值，臀围线的绘图值 x 减去2到6厘米。为什么有那么宽的一个松量在这里呢？你这个下摆你收的越多，比如说你是下摆是臀围线减6厘米，那么你这条侧缝线就越斜，越斜的意思就代表着你的摆收的越多 ，OK， 收的越多它就越紧身，那么收的越少它就越像一个直摆这样子的 ，OK。这完全看个人的，这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审美的需求是怎么样的了 ，OK。然后至于开叉的指点，这也是看你的，就是你的那个开叉指点。刚才宽松版型我也没有讲开叉指点在哪里。一般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写了30，日常穿的这种宽松款的旗袍，从15到30去做这个开叉都有的，
在不同，特别是在复原，你要做复原一点、复古一点的话，早期的这个开叉是相当的低的，15厘米到30厘米。后面，但是就是要做的 decent 一点的话，是绝对这个叉高的高度是绝对不会超过膝盖的。绝对不会超过膝盖的，肯定是在膝盖以下的。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你自己量，从你的底板开始往上量，你做到裙长是多少，你自己在那里，在你身体上要做量的时候要量标记。那么你愿意把你的底板从下摆往上开到哪里，你量好了，你在你的那个版型上面标记出来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修身版版型也是一样的 ，OK。但在这个版型里面，这是杨成贵的板子，它的板子里面呢，它的开叉指点，它要求这根线的长度是臀围减1厘米，这个叉是应该是开的是比较高的了，开的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了。也就是我用 CAD 画的话，我都是先把这个臀围线和下摆线这里连起来了，然后我会截一段符合这个臀围线减1，比如说臀围线减1等于如果是18厘米的话，我就会把这根线上下移到跟这个侧缝线交接处，正好是这个18厘米的地方，那么就是它的开叉的点。但是其实不用那么死板，还是我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你想开多高的叉，不要在膝盖以上。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小腿肚左右的样子，OK， 20厘米到30厘米，30厘米其实都有点高了，20厘米。那你做那种冬天的袍子的话，它可能外套袍的话，你里面还要穿衣服的那种，可能它刚才那个宽松版的，它就开那么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像单旗袍啊什么的，你不适宜开太高的叉，这样子就没有这种优雅、高雅的感觉了啊！开得太高就有很浓的舞台感啊。好，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画出来了，然后台阶线这里画出来了之后呢，它的袖长其实也是一样的。跟刚才那个宽松版型一样的，量出你要做多长的袖长，那你从你的第7颈椎点到这个袖长的距离之后，然后再量出你的袖口的距离有多宽，除以2，然后以这个点为起点，然后连接这个就是你的侧缝上的大筋起点，然后一直往下这几个关键的端点，胸围、腰围、中央围，也就是腹围、臀围，然后下摆线，这几个线点圆顺的连起来。OK， 你其实连起来之后，你就大概可以看出你这个旗袍做出来它的型是不是好，哪里可以就是在哪里需要调整。你比如说你臀围小了，你就发现你这里连出来并不是一个合体的一个好看的一个旗袍的形状，你就可以加大你的臀围，再加一点，要整体让你的这个形状要看起来是好的。OK，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修身版型的大筋线的画法其实可以和那个宽松版是一样的，也就是在胸围线，在侧缝的端点向上2厘米的地方，然后作为它的大筋起点，包括领口的起点也是一样的，领口的画法，然后还有大筋的画法都是可以是一样的。但是就这一个图来说，修身版它特别讲的就是另外一种画法，就是以台阶线来确定这个侧缝的在侧缝上大筋在侧缝上的起点，那就是你的胸围线的右侧端点，也就是侧缝的端点向上做垂直线，然后你的台阶线你测量出距离来之后，你把它画出来，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你做了一个水平直线，那么这个水平直线会和这个垂线相交，它的交点再向下2厘米的地方，就是你的大筋线的起点就是
修身板板型的这款它现在所使的大经线的起点。那其他画法包括它的弧形啊，它的在中线上的这个起点，的定义的跟宽松板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那么你的根据这个公式你算出来，加上松量之后算出来的台阶线的这个值呢，是一定不能超过这个胸围线的。超过之后，这个值肯定这个衣服做出来就是不对的了。所以你，当你发现超出了之后，你肯定要做相应的调整了。特别是对胸围比较宽的女士来说，你的这个台阶线最终算出来可能会比较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你要始终要调整一下，然后最后用平顺的曲线把侧缝和袖底连接。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画胸省。首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测量一下乳间距是多少那么这个在侧缝上的这个省的这个点呢，就是这个省间起点，那就在胸围线上从中心线的位置向外量乳间距除以2，这个点在胸围上这里就是它的省间的点在这里。那么它的省线就平分这个省间角度，这个省线它的另外一端的端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腰围线的端点向上5到6厘米这么一个短垂线的端点的位置，然后把这个端点和这个乳间距除以2的这个在胸围线上的这根点把它相连，这就是我们的省线。那我们省线的开口要有多大呢？这个开口就是我们的乳折的这个乳折，也就是乳折。那这个乳折它是由乳膏来做这个来定它有多宽的。OK， 我们现在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量取这个乳膏是量出来的。OK， 怎么来量出来呢？我们反正先知道怎么画就行了。OK， 那么从这个省线实际上是平分这个这个胸省侧缝上的这个胸省的这个一根线，所以说这边两个的角度是一样的。那么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在侧缝上的距离就是这个乳膏。OK， 我们现在去看乳膏怎么样去做。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位置标出来了。这是胸围线、腰围线、腹围线，也就是中腰线这是臀围线。那这根线呢，就是通过这个袖绒胳肢窝的最低点，这里最低点这个地方，绕着两侧的袖绒的最低点，我们标志一条线。OK， 其实就是胸宽线呐。如果你要测的话，这就是胸宽线。胸宽线 ，OK， 通过这个胸宽线，整个顺着这个胸围乳点的最高点，一直量到腰围线，那么这个焦点到这个焦点的距离，然后从侧面继续从这个胸宽的地方再做一根垂线。好，这里也是一样的，是在胸宽线的上面，在不通过完全不经过整个乳房区域，从侧面做一条垂线，贴着身体一直到这个腰围线的地方。那么这两个焦点之间的距离和这两个焦点之间的距离，这个通过了整个乳房的曲线，贴着腹部一直到腰部这里，贴着胸下一直到腰部这里。OK， 这两条线的差值就是乳高，也就是你的乳房的高度。OK， 其实直白的讲就是你的乳房的高度。这样测出来的就是当你的乳房是平的时候和当你的乳房是你的现在你的乳房的这个维度的时候，它们有什么区别？
那它多出来的这个距离就是乳膏。OK， 直白的讲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端点到这个端点，在侧缝上，它的距离就是你刚才按照刚才的方法测量出来的这个乳膏的这个值。那么你就是需要把这个地方给折起来，把这个绳给折起来。OK， 然后如果说你的乳膏的这个值量出来在2厘米左右的话，我个人感觉其实是不用去再打这个乳折的。其实有点多余，就是我个人的审美觉得有一点多余。我觉得一件舒适的好看的衣服啊，可能就是尽量少的装饰线，尽量少的功能线，能够把一件衣服做出来是最好的。这个如果只是乳膏在2厘米左右的话，完全可以通过硅波或者面料自己的这种弹性啊，就可以做到很好，可以做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OK， 接下来我们就在实际的面料上来捏这个侧缝线上的这个胸褶。好，首先按照根据我自己的尺寸来量的话，我的那个乳膏，也就是我将要捏的乳折的这个侧缝折的这个胸折的这个开口宽是5厘米，所以我在我们之前划的这个胸围线的地方啊，下面这根线是在这个胸围线的地方呢，我量取一个5厘米的位置，先画一根5厘米的线。这个珠针移开。画好这根线之后，我们捞起前面的前片，也就是第1层和第2层，我们把这2根线对起来，把下面的布料往上，然后把这个平行线折起来，并且用珠针固定一下。折起来。只折上面2层啊，这个胸褶只是前片的。
这里折出来的这个量就是5厘米，也就是要捏褶的这个量。然后我们再把这整个布料，再把它的这个前中线再理平一下。好，现在这边整理好了，这里就是捏出来的5厘米高的褶。OK， 这前面稍微固定一下，后面大概是这样就 OK 了。朝哪边倒是无所谓的，关键你的那个面料你要整理平整，不要任何的牵扯。OK， 然后再把上片盖下来，这个面料整理好。最好这里熨烫一下，然后包括胸围在这个点也是没有变的。OK， 它胸线原来在这里，它现在还是在这里，只是我们在这里捏了一个凸起，这个凸起摊开之后的长度是你的胸褶的高度。这里原这根线还是原来这一根 ，OK。那接下来在这里后面的这个中线也要整理平整，合二为一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按照刚才教的画图的方法，画出它的胸围线。胸围线我们这里已经画好了，胸围线、腰围线、中腰围，也就是腹围线、臀围和底边。从台阶开始画，我的台阶线高，像这边的。我的胸高是34厘米，在这里之前画的时候已经画了。OK， 我的台阶线高是30厘米。那我们从顶点的地方开始往下，30厘米的地方画一根，30厘米，我个子比较大，30厘米的地方画一下。好，30厘米在这里，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画一条这个平行线，平行与肩线的平行线，也就其实是稍微有点斜的，大概意思一下，画在这里你知道了，帮助你画好接下来的那个袖口线。然后胸围线我是按28.65、28厘米来画的。在这里OK， 盖住了，在这里做个标记。然后腹围，先画臀围，腰长我实际是14厘米，我提高一点，把腰高提高一点，提高成10厘米。先画腰围，前腰截长是我的前腰截长是51厘米，刚才画的胸高是34厘米，那么前腰截长51厘米。那51厘米从这里开始往下量，51厘米，在这里，这是我的腰围线的位置，灰头值，我的尺寸算下来是22.8。臀围绘图值是26.3，然后把它的臀高设为10厘米，10厘米。
负为25，1/2的地方。下摆线，我的头围是26.3，那我的下摆线缩进2到6厘米，我不想缩太多，缩2厘米好了，24。不要一直做到最底边，这边不要一直做到最底边，你要留出你的，至少要留出你的那个缝缝。OK， 我是留1厘米的缝缝，所以我在靠近1厘米的地方，我尽量做长点。我的面料好像不够20，那就是下摆线我缩进2厘米，那就是24。24，然后我的袖口，袖长是我的袖长，肩颈斜线的长度是60厘米，60厘米正好就是这个尺子的长度。注意我们现在先画的这根线实际上还没有加缝缝，只先标记和不能只按照这个线剪，那你就剪了你就要小1圈。袖口我做26厘米，做宽一点。因为我做衬里的话，尽量你要考虑到你里面还有一个衬里，不能做的太贴身啊。做一个袖口就是做这个间歇线的一个垂直线，13，26厘米除以2，13啊，这个就是另外一条。OK， 然后这个是。我们还是用熨斗把这个线熨平，那你会好处理一些。不然待会你剪的时候，你可能会，你就是你新手的话，你剪的话剪不好，你会剪不平的。OK。所以我们现在就用平滑的曲线，在这里袖口这里我们也画一条平行线，这样子下来啊。是帮助辅助你来这个画的。当然，你的袖口在这里，你肯定不可能画这么窄的，画这么窄的话，那就太窄了。我们臀围和底边。先与直线相连，然后这3点先画直线，然后来调整。平滑的曲线把它连接起来，通过与这个台阶线相切，就是你要这个台阶线，就是你要保证你的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你的袖绒呢，它的一片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一小块地方，它一定得是那么的宽度，这样子你才有可能穿着舒适。那么到下面你就可以直接与那个断点相连，然后先跟直线相连，然后尽量把它画得平滑一点。在这里你看与台阶线有一个。我们先把这个胸线的端点和那个袖口线先以直线相连，好，先以直线相连，然后再把它画成一个稍微弧形。这根直线是辅助线，这根是画过之后的曲线。因为我胸围比较大，所以说实际上你这里看上去好像这里特别宽，那也没有办法，我体型就是这样的。OK， 这里是折起来的，然后这两点胸围线和腰线之间直线相连，然后腰线和这个臀围线之间借助这个中腰围，也就是腹围线。弧线平滑的弧线相连，然后臀围线和这个底摆线直线相连，然后再用整个把它勾圆顺一点就好了。然后我们用之前的那块小花布来演示怎么样在侧缝捏出胸褶。然后我们现在来画这个侧缝的这个胸褶，那么就是乳间距在胸围线上找到乳点，乳间距除以2。OK， 从中除以2，从这边开始量。然后腰围向上5到6厘米，腰围线向上5到6厘米。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已经拉开的这个已经折起来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拉开，把珠针移开来画这个褶。好，这是乳点，这是腰围线以上5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把它连接起来，把这2个点连接起来。好，这个是胸褶的中线了，省线。然后我们在这个点两侧各取你的这个乳膏的这个位置。我这边的乳膏是5厘米，那我就是各取2.5厘米。我们再把乳点和这2个点各自连一边2.5厘米的点，我们把它连起来。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省了。但这个省现在还是不能用的，因为这样子不能直接这样剪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前2片的这个省，我们把它缝起来，疏缝起来，折好疏缝起来。疏缝之后，它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线钉在那边，或者是你能够固定也好。我这边做展示我就不疏缝，我直接拿这个给它。把它捏起来一定要捏准确，位置一定是要准的。OK， 当你把这个线
其实你可以看到，当你捏出来了之后，这后面整个前片它又往后移了，又离开这个原来的这个中线了。我们要把它整理平整，好，整理平整，看到没？它又往后移了。但是我们的衣服不能这样裁呀，它这样子后移了之后，我们要把它归位，那我们就以这个原始的这个胸线啊，你要搞清楚，这根线才是你的胸线，往下的这根平行线是你捏褶的线，你不要管它，以这根线为止。我们要再把这个整个前片向前移，整理它的中线位置，再次把它整理到原来的前片的位置。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中线这里固定了，胸围线这里固定了。对，你要怕错位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拿珠针或者是线钉，先把这个大筋的这个地方固定好。好，这个时候先固定好，以免它在后面剪裁侧缝的时候错位。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往前一移，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褶子是要一直捏下来的啊，包括这下面都是已经捏下来的，你是不可能把这里抹平的，因为你这里捏了一个褶。但是因为你这里捏了一个褶，你再把你的这个移平，你就会发现这里是有一点点起伏的了，这里是有起伏的了。这个没办法，你这个部位就是要你后面来通过这个做胸腰臀的这个拉伸，来一点点的用龟波啊，或者是拉伸的方法把它给去除掉的。好，做到这一个步骤，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我们下面不是已经画出来了吗？这里胸腰重新画我们的腰围线。腰围线其实没有太受到影响啊。OK， 臀围线也在这里，好，没有受影响。如果受影响，你可能需要再重新画一下。OK， 然后这里会有一点鼓起来，这里是需要缩烫把它烫进去的。然后现在呢，在胸围线这个地方，我们来让胸围线胸点超出后中线，往外拉，超出后中线1厘米。后片不拉，只拉前片，在胸围处的地方超出去1厘米，然后在腰围的地方向后拉前片，也就是上2层，向后拉，使整个这片布向后进，离开这个前中线1厘米。好，在臀围的地方，让后片也就是下面的2片，在臀围的地方超出去，突出中线1厘米，然后先暂时珠针固定，然后下摆。因为这边拉出去后片拉出去1厘米，那么实际上后片往外伸了，我们要把后片往内移进去，在下摆处2个是要保持一致平衡的。好，再固定。
这个褶皱，你要是怕自己在制作过程当中这个褶皱没拿捏好，你就干脆一直把它梳缝到最外布边的最外侧，这样子肯定就不会有任何的拉伸了，是拱起来的。好，这些地方也下面也有一些拱起来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这里拱起来的地方呢，用龟的方法缩烫，把这个凸起的地方把它压平啊。那压平了过后，我这里就不演示，直接是压，慢慢的一点点让它缩进去，尽量的缩进去。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侧缝重新再连接起来。这个是我们重画我们的侧缝线。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因为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侧缝绳一般都是要向下倒的，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整个侧缝，这个整个绳我们要往下压了之后，在它的上面画出你的侧缝线。画出你的侧缝线。OK， 那这是我的台阶在这里，我就是随便画一下啊，台阶在这里。OK， 这样子我们的绳就这样子剪，要沿着往下压，沿着它剪过去，就这样就对了。然后并且画好了之后，你看没问题了啊。然后你要在外面加画一圈你的这个缝缝线，并且你的台阶一定不能低于你的胸围线。那因为我这个是按照不是随便画的，是按照我自己身体比例的1/2的这个数据来画的。所以说因为我胸围比较大，台阶就会显得越来越往下低一点。那么就是所以说我的台阶之前教你计算是台阶加上5到6厘米之后，然后除以2。那么5到6厘米其实你这个只是一个大约的一个参考数字，你最少可以一点都不加，最多你加到5到6厘米。但是你看我现在如果是按照加5到6厘米的话，我这里就会太靠近胸围线，那就可能就会有些不好看啊。我会再往上移一点。再往上一点就会好一些，知道吧？要通过这个胸围线和这个台阶线的交点，修底线，这个曲线就会更好看一些。好，然后这个时候外圈再画一条那个缝缝线，记住啊，你这个绳一定是向外。这个绳线一定是绳子一定是向下倒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来剪这个它的边缘。
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往下倒，就是你要留出来，你做缝缝做好褶了之后，你要留出来它给缝缝走过的量。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你看见没有？拆开之后，你就会看到它在这边的边缘部分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它是伸出来了很多的，它是有一个角的。你如果是做那个 CAD， 你就会很明显的看见这个省导的方向不一样的话，你再补画一下啊，再延伸一下延伸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折起来了之后，它才会形成你要的那个形状，你才能把省间也给缝到缝缝上面去，不然你这个肯定就是不对的了。OK， 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们把它翻开。好，我们把它翻开，然后把这个褶做好，朝下倒，这边也是一样，褶做好，朝下倒。然后才跟后片相缝，这样子才是整个形状才是对的，你整个胸这样这里才会翘起来。注意，在缝合省之前，我们要重画省线，省间要离开乳点你的乳高除以2的距离。刚才的是演示啊，现在我们在真实实际面料上进行剪裁，这样还有剪出领圈来，对齐领圈上的这根中线。然后可以把领圈这样翻开之后，对齐中线，把它剪出来。它的底点、起点是我们大襟的起点、起止点。请注意啊，就是大襟这个领口顺中的起点是在有缝缝的情况下是紧贴着大襟开口处的这个起点的，大襟的起点在中线上的起点的。但是你在剪的时候，你是要去除掉缝缝来进行剪裁的。OK， 所以说是在剪的时候不是贴着大襟的这个起点处剪的啊，你要留出缝缝的距离。OK， 现在我特别说明一下，我们把这里领圈的地方，我们把它摊开了，来画这个新的最终的这个领圈。这里我们已经把最外圈的缝缝最外圈的缝缝剪掉了，然后把它摊开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用疏缝的方式把这个反折给伸出前中线部分的反折0.6厘米到1厘米的这个折给它反折用疏缝固定了，那么它跟这个前中线是对齐的。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大襟的起点，大家可以看到形状在这里啊，它是这样是盖住的，中间拉开的是一个1指的缝缝。OK， 剪口1指在这里，那么我们把这里理平，然后第二层这里是折起来。用珠针固定折起来1.5厘米的，所以说在第二层的下面这里看不到，在第二层这里实际上是有点鼓起来的，但是鼓起来的地方我们把它其实是影响不到这个圈外的，因为外面我们实际上已经是把整个布料都已经把它给理平了，它实际上这一点褶皱只在这个圈子里面会影响，所以你把这个你在最终要剪的时候，你把它往里抹一抹，就是抹一抹，把它外面这一圈的这个布给它抹平，让有皱的地方都在里边，不要影响到外面去。那这里是肩颈直线，你可以看到跟这里是肩颈直线，你可以看到跟我这里烫出来的最新的这个肩颈直线是
符合外面的面料，你平皱的地方都在里边啊，然后把它剪下来，这个领圈就成了。 OK， 好了，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啊，就是这个是宽松的版型，虽然刚才我们是按照合体的版型来剪裁的，但是实际上它在画图的时候，在这里画图的时候是很类似的，只是我们在胸围线的这个地方是没有捏出这个乳褶，按乳膏的数据捏出乳褶的余量在这里。那么如果是做宽松版没有缝缝的，这里就是没有后面你刚才我显示的那个捏乳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直接当你在面料上你把大襟剪好，然后按照刚才的步骤把这个整个面料提拉的整理好了，整理好之后呢，就是到这个步骤啊，到这个步骤你全部整理好了之后，根据这条蓝色的线，中线把这个底白往后往这个中线靠，把腰部往后拉，并且做这个龟的这个龟波的龟这个熨烫的动作。因为这里往上拉了之后呢，这里会有多的余量，你要把它归好，然后胸点这是保持不变的。当你完成这一步之后，你就直接按照这个打版图在面料上画出它的关键的这几个线条集中点，然后再连顺这个侧边，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先把这个外缘的部分底边剪裁下来。剪裁下来了之后，在剪裁这个底边之前，你如果要做龟波的话，就按刚才我说的那个地方做龟波，胸再超出胸的部分，那么前片在胸围线上往外熨烫出去，这个叫波烫出去1厘米。这边多出的余量先把它熨缩，然后再缩烫，尽量多缩烫一点，让它离开这个前中线，缩进0.5厘米的样子。这是前片，后片也稍微缩一点。然后臀部的话，在臀围的这个地方，那么是向上也是向外，这里是中线嘛，向这个原来的这个中线的直线以外烫出去。后片往外烫出去1厘米，胸围是前片往外烫出去1厘米。那么腰围线的地方是向内，红色箭头的方向向内烫缩0.5厘米，并且要把这边因为提拉底边而造成的这边的拱起的凸起的多余的那个面料的余量，要把它熨烫平整。 OK， 然后完成了这一步了之后，你在面料上画，你再在面料上面进行这个按照这个宽松版型打版之后，你就可以沿这个侧缝和底边把它剪下来。剪下来了之后，在这里把这个领片放上去，底边也是一样的，领圈是留着缝缝的放在这里，然后从这个大襟的起点处放上这个领片，然后对准前后中线以及布料中心点，然后把这个领圈给剪出来。好，就是这样的。现在跟大家强调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就剪裁里部。里部呢，我们先是清洗并且熨烫平整之后，按照跟表布一样的方法折2折，形成4层之后，我们把它铺在这个已经剪好的这个表布的下面，就是同样的处理，先折4折。跟表布最开始的剪裁方法是一样的，折4折之后，熨烫好它的前后中线以及肩线，然后把它整理平整，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之前剪好的这个表布放在它的上面。也就是我们在那个表布捏好胸褶之后，我们不要把它打开，还是折成4折。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整理平整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是我的胸高的容量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接下来剪裁
那个里布也是一样的，先在胸围线上折出来了之后，把它叠成4叠折出来，在胸围量也按照这个表布的剪裁方法折出来了之后，把它垫在这个表布下面。最后我在剪裁边缘轮廓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个胸褶在这个就是胸省的这个位置，先要梳缝固定之后再来剪裁。接下来我讲怎么剪裁里布。里布的剪裁，相对更简单一些，只要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就可以了。那我先说一句，现在的这个视频这里是不对的，我没有录那一段，那么我就口头跟大家讲一下了。这里我后来是补剪了的，这里是不对的啊。所以说你是以我口头讲述的语音为准的。那么第一步，把里布按照之前剪表布一样的折叠方法，折叠成4折了之后呢，然后我们画出同样的，按照表布的方法一样的画出胸围线和腰围线。当我们把胸围线和腰围线画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在胸围线因为我们也是要捏折，里布一样也是要捏折的，所以说用一样的方法在胸围线上捏出乳膏来。然后并且用一样的方法在侧缝上画出和表布一样的这个胸省来，并且按照和表布一样的方法把前片里布的前片的这个在侧缝上的这个胸省给它捏出来。捏出来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缝缝向下倒压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我们已经剪好的这个表布重新回到4层折叠的样子，然后把它和里布的前中线对齐前中线对齐，并且和它的那个布料中心点对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齐了前后中线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在间斜线上面那个表布的间斜线是有点倾斜的，是因为我们做了偷筋处理，而里布我们因为不做偷筋处理，所以说它是直的。那这个是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要给到里布一定的松量，这样子穿上才会更舒服。那我们对齐了之后，就沿着我们已经剪好的表布的外圈轮廓，把这个里布的批样给剪下来，反正就是沿着这个表布的样子，同样剪下来里布。所以说我们的里布其实是相对更简单的一个操作，就是只需要折叠之后把胸省侧缝上的胸省最后捏出来就可以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做表布还是里布，在做捏胸省的时候，大家这个记号省肩的记号和在侧缝上省的起点、省宽的位置记号，大家一定都要全部打好的，包括各个关键点的这个，比如说胸围、臀围和叉口围的几个关键点，你的那个剪口都要打好，标记出位置来。还有大家请注意，剪裁里布的时候，你先把它折成4折的时候呢，你要使那个里布的正面是向外的，进行折叠。也就是说，你折叠出来之后，你最上面那层你看到的是里布的正面不像你剪裁表布的时候，你最上面那层你看到的是里布那个表布的反面正好相反的里布和表布。好，现在我们就是完成了之前的步骤之后，我们用缝纫机把这个里布和表布的这个胸省给它固定住就是加固缝纫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里布做好了之后，也是一样和表布一样挖好领圈，然后我们把这个里布放在下面，表布放在上面，把它摊开，然后让里布和表布的反面相对，然后表布放在上面一层，然后对齐了之后，我们根据这个大筋的形状，我们把这个里布的大筋剪出来 ，OK。大家现在也是可以看到这里，
通过做胸绳之后，我们这里胸绳的凸起已经出来了啊。剪出大筋。好，现在我们单独把表布，正面朝外把它铺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剪小筋。我们把这个大筋打开了之后啊，我们先把这一块同样经向上方向上的，那这是布边 ，OK， 同样经向方向上的这个面料放在它的下面，我们先把这个它的侧缝边我们给它剪出来。那一样的也是保证这个，我们要保证这个长度肯定是要从领口点一直要到这个往里要超过6厘米啊，往里超过6厘米，往下的话是要超过叉口边缘，超过叉口下边2厘米。好，我们把这个面料排在它上面，先剪侧缝。这个时候是面料这块要剪的布的面料是正面向上的。它的高度是，最里面垫在下面的时候，最里面一定要超过这个中线的位置。筋线上要摆正 ，OK， 然后我们把侧缝留出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像，OK， 我们先把这片布垫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剪裁好的布。然后这一块是我们要剪小筋使用的布，这块布的现在是垫在它下面的，它的这个宽度一定要超过这个中线位置，然后它的长度一定是要超过这个你决定的叉口，至少向下2厘米的地方要超过 ，OK。然后我们现在先沿着这个侧缝的形状一直剪到这个小筋这里起点的地方，并且打好剪口，根据在同样的位置打好剪口。剪断就可以。好，然后我们现在把底下这层布给它移出来。
出来之后，和它对齐。别忘了打剪口啊。好，我们把这层布沿着边缘部分对齐之后，把它夹在了这个小金布和底片之间，然后我们把剪口打好，根据原来侧缝的剪口，把剪口打出来。接下来我们就画这个表布的右小经，这个小经呢就是沿顺中的低点啊，这里是顺中 ，OK， 这个地方是顺中，我们从顺中的最低点这个小片的最低点向下做垂线6厘米 ，OK， 然后以平滑的曲线。向下做垂线6厘米定点，然后在岔口向下2厘米的地方，我们定一个点，然后老式的做法就把这2点就直接就连起来了。那么你要做的更稍微贴身一点，不要直接一根直线拉过去呢，那么你这边这个形状就顺着你的这个大经开经的这个形状。保证它的整个宽度都在6厘米左右的样子，做一个顺滑的，在这边是依着它的那个臀围的曲线，这样顺滑的下来，一直到岔口下2厘米的地方。OK， 是垂直6厘米。那这里有0.6到1厘米的这么一个折进去的，那么它折进去多少，你这边就让出来多少啊！你要保证它有这个余量在这里。然后这一点朝下6厘米。6厘米，这个焦点是6厘米，然后岔口向下2厘米的地方做标记。好，这里是2厘米，然后我们把这2条线，这2个点，用平滑的曲线把它连起来，就是。那这里呢，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把大经拿来从这里比划着，那差不多尽量，因为大经的形状跟刚才那边开经的简单是一样的。你在这里大约把这个样子摆在这儿的话，可以辅助你画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出来。好，这里是借助大经，借助已经剪好的大经，借助已经剪好的大经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为了要画跟它
就是相当于是个平行曲线一样的，记住它的形状，把它摆过来，在6厘米的地方，保证这个宽度差不多就是6厘米就是最好的了。然后沿着这个形状画下来 ，OK。然后包括这里，再看仔细看一下，这里就是大经那个领口的顺中的低点。那么我们这边要接着这个下去，所以说这里是折进去0.6到1厘米的，你折多少你就往外突出多少，然后往下做垂线6厘米，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摆你的大经，然后顺着这个大经的形状往下画，包括腰围线也是，腰围线到下面也是顺着腰围画6厘米，一直画到这个叉口底点，叉口以下2厘米的地方 ，OK。然后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已经画出了这个，画出了这个，大经的这个，小经，右小经的，右小经，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画出这个右小经的形状了啊 ，OK。这是一个保持它在6厘米宽，一直到叉口以下2厘米。然后这边这里实际地方这里也是要画一条的啊，在它们两个相交的地方。然后我们把这个面料掀开啊，面料掀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形状在这里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的这个边缘部分加上1厘米的缝缝啊，加上1厘米的缝缝，然后把它剪下来 ，OK。好，缝缝加好了，我们现在沿着外圈的缝缝线把这个小经给剪下来。记得把底部拨开。注意啊，这个地方是不用再加缝缝的了啊，因为我们已经把按照那个顺中折进去的那个部分把缝缝在画的时候就已经加进去了，所以不用再加缝缝了。好，我们同样把里部铺好，然后来剪裁。好，这里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挖领圈的时候啊，不管是那个表部还是里部，挖领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在这个大经在中线上的起点处向上1厘米的地方。那我现在给大家拉近一点看，大概可以看到，就是它剪出来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剪出来全是顺的，那就是不对的。看到没？还要有这么一个缺口，而这个部分就是缝缝啊。有些做法会把这个地方再放得更低一点，那么你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老旗袍这里它在前领的中心点的地方它会更低一点啊，也有这种做法的 ，OK。但是你这个最少你的缝缝要留出来，不然就是不对的了。
我们把这个里部也来剪裁一下它的小筋，也是跟表部的小筋的剪裁是一样的。我们先把它整理好了之后，然后把这个垫在2层的注意剪这个里部的时候，看到这边没有？它的是这个反面，里部面料的反面是向外的啊，反面向外的。这个方向千万不能搞错了啊。然后同样的垫在最下层，剪出它的这个侧缝的形状之后，再去剪内侧的小筋的形状。好，里部的这个小筋的剪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剪裁里部的时候是没有进行就是偷筋的处理的，所以说在这里其实我们要用我们这里剪出来的量就要比表部剪出来的量要多一些，那么我们需要补一些量进去，我们拉近一点看。好，在这里我们要拉到中线的位置，往下。再加上0.6到1厘米的这个缝缝，然后往下6厘米的地方，还是定为我们的起点。那我们把刚才已经剪好的这个纸样呢，我们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它的轮廓了。OK，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它的轮廓了。那我们把它的下端和这个对齐，因为最终它们2个是要完全对齐的。我们把它的顶端和它的下部在这根顺中线上对齐，然后包括在底边也要对齐。我们先对齐底边的剪口的部分，先对齐底边的剪口的部分。OK。我们就大约知道我们在这个我们其实就有现在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 gap 其实就是我们头巾的量，那么也就是我们在剪裁这个里部的小筋的时候要补出了量，那么包括在前面从顶点开始一直到这里，这都是我们一定要剪进去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根据现在这个外形，我们拉近点看。好，可以看到了，我们这里要补的量 ，OK。这个 gap 就是这个空隙，就是我们头巾的量。那我们先要做到这个，我们
先对齐它在侧缝上的剪口，各个剪口对齐了之后，把这个小筋给它抹平，然后让它的这个前中线和实际的前中线和里部的前中线这边齐平了之后，那么我们把剩下的空隙给它补上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表部的这个底筋来做参考，画这个里部的这个底筋的时候要注意，它第一个它已经是加了缝缝的，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再加缝缝。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加了缝缝，所以它在顺中方向上它已经不是6厘米，而是8厘米了。所以说你在做补的那个，你在做这个补这个里部的小筋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不要加多了啊，加多了你最后看到你的里部比那个你的里部比表部的小筋在缝合处宽了很多的话，这是不对的。首先，你的里部如果根据表部的剪裁方法，根据之前的剪裁方法过来的话，你的里部在小筋处只有1厘米的一样的这么1厘米的这么一个余量在顺中处，所以说，而表部和里部这个底筋的区别，只在开筋处的这个曲线当中，里部会要补出多余的部分出来，但是它们两个在顺中处的长度和形状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你在画的时候，你可能剪裁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出入，就跟我的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要记住这个规则，就是不管你补了多少，因为你还就是这个余量你补了多少，毕竟我们的样式可能不一样，面料弹性也不一样，但是就你自己制作的这一件平裁旗袍而言，它的里部和表部的底筋在顺中处，它的长度是一样的而且就是在边缘部分的形状也是要一样的，它的区别只在于这个就是你需要增补的这个 gap 的多少，就是需要在里部上你需要增补的这个，因为头筋你没有头筋而形成的这个余量，你要补进去的多少，只有这个区别而已。所以现在视频上你看到的这个顺中处的图，最后我还是要自己去再做修改的，不是就直接这样剪了的，我要把它修改成和表部一样。好，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小底筋锁边，然后锁边之后，里部和表部的都分别锁边，锁边了之后，我们把它和那个分别和自己的表部和里部的这个侧缝以及开筋处这边，底筋的开筋处这边缝合起来 ，OK， 让它成为整个一整片。之后我们再进行里部和表部的其他的缝合步骤一个是这边要这边要锁边，这两片要锁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各自在这个需要缝合的部位 ，OK， 需要缝合的部位在这里需要锁边，然后这边的侧缝也锁边，需要缝合的侧缝锁边。先是这边需要缝合，在这个开筋处，底筋的开筋处进行锁边，然后把这个分别上到它们对应的位置。小筋和底筋在开筋处已经缝合好了，然后从反面把这个分缝烫开。OK。缝缝要分缝烫开的正面，然后里部也是一样的处理的就是注意一下正反。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里部和表部的所有的边缘部分都全部都包边处理，里部和表部所有的边缘部分全部都包边处理。
并且熨烫平整。好，在我们就是给表布的几个表布的边缘部分锁边之前呢，我们需要在叉口及底边的地方给它粘上铅条，然后还有它的领圈部位粘上铅条，还有大襟部位粘上铅条，在这几个地方以防止就是在后期缝纫的时候它有变形。那么铅条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我待会儿会把镜头拉近一点，看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法，因为铅条在叉口处的处理是比较特别的，是要往上推着归着，就是要把它归起来，然后要让整个面料往上稍微提一点点，这样子在叉口的地方就不会出现就是豁口的那种八字形的那种叉口。OK， 我们也是一边其他几边同样处理。好，这里是叉口的剪口，目前是面料的反面然后铅条，用铅条你可以买这种0.5厘米的铅条，那么它粘铅条的这个部位呢，是从这个至少你是要从叉口向上5厘米的地方开始粘，而且是从下往上的这么一个方向往上粘，一直把侧缝都粘掉。OK，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特别因为要演示一下那个侧缝的归的处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粘侧缝只粘这个叉口这里。首先我们要做的是高温来进行归的这样一个处理。怎么样归呢？现在这个面料这里是平的，对吧？紧贴着桌面的。那我们用手指稍微把它往上提一点，那么这里其实就有一点小小的起伏了，就不再是紧贴着这个桌面了。那我们就要用高温把它烫下去。这个烫下去为什么是把它烫下去呢？因为实际上是通过高温，然后把这个布料的经纬线之间的空隙缩小，而不是这样子，因为这里有个拱起来的地方，而不是你烫下去这里烫了个折痕把它给缩小了，而是减小了布料的经纬线之间的空隙，让这整片面料缩小了。OK， 所以说千万是不是烫出来那个折痕的它拱起来的，就夸张一点就是拱起来那么高，你可以依然从上往下通过高温的处理把它给烫平。当然你不可能一下就那么高，你烫平你都是一点一点的起来，一点点的烫下去，再弄一点起来，然后再把它烫下去。而且这个方向是首先是从下往上烫，其次是从上烫的时候这个方向是从上垂下去，垂直向下这样烫的然后整个的路线是从下往上这样归的，从底边往叉口的方向归的，并没有使劲的这样去拉扯。而且在叉口的两边烫好了之后，就是归好了之后呢，你要对比这个叉口，要保证说这4个前片和后片的这个叉口，你都是归的是同样的幅度的不要一片归的多一点，一片归的少一点，你到时候缝就不好缝了。如果有蒸汽烫平的话，这个就会更方便一些。在整个的处理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你的面料是否能承受这样的高温，因为归波肯定是通过高温蒸汽来完成的不要把面料烫坏了。在烫之前，一定是先剪一小块试验一下，或者是拿块废布在旁边试一下。
那如果丝绸的话，最好就是上面垫一块布了。插口的处理对于合体的这个合身的这个旗袍是非常重要的。你宽松点的旗袍一般也不大容易看得出来它是那个插口的地方是豁开的，但是合体的版型的旗袍它一般都有稍微有一点收摆的，你如果插口没处理好，它豁开了就不好看了。我们来比一下，我们把另外一边的那对比一下，因为这个插口是一刀剪的，所以说它的长度肯定是一样的。好，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这里它已经大概缩了0.5厘米，0.5厘米的有这么一个差距了。OK， 差不多再缩一点点就可以了，以此为标准，然后把4个插口都全部都给它通缩。边烫边对比啊，一定要保证两边都是一样的。OK， 差不多了之后，然后你就把这个铅条从下往上烫，从下往上。你铅条的时候正反不要搞反了。铅条的时候不要松，但是也不要拉得太厉害，因为你还是有一个定型的一个作用。稍微拉着往上烫，稍微拉着往上烫。OK， 稍微拉着往上烫，然后一直烫到腰。这个铅条需要烫的部位是，两边的侧缝，然后一个是大襟的开襟处，啊，然后底边侧缝大襟开襟处 ，OK， 还有领圈的地方。接下来就是同样的操作，然后你先把这个插口地方做一个归的处理。然后比对一下前后片的插口是否是这个对称的，你不要一片归的多一片归的少，这样就不好了。归好了之后，我们把铅条粘上，然后再把边全部就是边缘部分全部进行包边处理。OK。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表布和里部的表布的铅条贴好，并且把周围就是面料的四周全部都是那个包缝好了，然后里部也是一样。那么关于铅条，我要再强调一下，铅条的粘贴的
部分，一个是从岔口往下5厘米的地方往上一直侧缝，一直缝到腰部以上胸部这里，然后开襟的大襟的地方也要连千条，然后底边连不连都可以，然后领口一圈连千条，但是呢，正如刚才我所展示的，我其实是从侧缝的最底边这样子一直连到腰部以上的这个位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样子我可以让我的岔口的地方就是更挺更服帖。你也可以，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习惯，你就是或者是你就是一定要按照书上教的，就是岔口以下5厘米的地方往上，这都可以的。看你自己怎么操作方便了。好，现在我们做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面料就是如果你的桌子够大，你当然整片你全部都铺开。我现在只能半片的铺，就是让面料和面部和里部让它们正面相对，然后面部放在上面，然后我们首先把这个首先我们用梳缝把这个领圈的面部和里部先暂时固定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把里部和面部上在一起了。它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先就是固定了这个领圈部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就是岔口对准岔口对准，从岔口开始对准岔口缝合，这里缝合 ，OK， 对准岔口缝合，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底边岔口、底边岔口，然后另外后片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不做那个我们这次是做的双面光的这个里部，所以说我们没有做包边的话，那我们的袖口的部分也是里部和表部也是一样的要缝合。然后缝合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你在缝合的时候一定注意是这个面料一定要铺得平整的去缝合，最好就是你先梳缝平整了之后，你再用机缝把它固定，然后先缝合这几个部分。缝合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面部小襟这里分别和它们各自对应的表部和里部各自对应的这个小襟部分缝合。所以接下来总的要做的就是我们把面部和里部的正面相对，先缝合这个从岔口开始向下底边把岔口缝合。然后呢，因为我们做的是全开襟，所以说我们在它的前片的右侧侧缝，从岔口往以上的侧缝部分一直缝合大襟，一直到这个领口中点的部分也是要一样缝合的。然后呢，就是后片也是一样的处理，然后后片就只涉及到岔口以下底边的位置。那我们缝合好了之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小襟的在侧缝上的部分和它的表部和里部在侧缝的这个部分分别缝合。然后还有袖口袖口如果你没有做滚边，像我们这次就是没有做滚边的，所以说就是袖口也要先缝合。那你如果就是在缝合的时候，这个面料一定要整理平整，不然的话你到时候里部在里面是拧着的，就会非常非常的不好看。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先用手针梳缝固定这个里部和面部，先整理看一下 OK 了，然后你再用那个机缝把它缝合。好，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面料和里料正面相对之后，我们缝合了对齐这个剪口岔口处的剪口，缝合底边及岔口，这是后片，然后缝合袖口 OK 袖口，然后前片
前片也是从叉口开始，底边缝合到叉口止，然后注意啊，一定是正面相对啊。然后我们现在把它从领口这里也是，领口也是一样的，先就是你在要把这些对齐起来，缝合之前，你先把领口固定了，然后你再来对齐，你平了，会帮助你就是不要拉扯面料，能帮助你把位置对准。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步骤，我已经把这个领口这边疏缝的那个线给全部拆掉了，因为我们现在要来那个进行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把它要做一个翻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就是把后片翻到前片来，怎么翻呢？把后片从领窝这里这样子，后片把它拉出来，这边其实就是它们的正面了，然后从领窝这里拉来，对到哪里呢？对到这个下面还没有翻出来的，从这里领窝拉出来之后，对准这边，对准前片的底边啊，左对左，右对右这样子。大概差不多就行了，这会儿还不用翻得特别齐整。然后我们抖一抖，整理一下。然后把它放平，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里部它就像一件衣服，已经是整件衣服一样的放在表布的上面。OK， 袖口这边再整理，袖口这边也是整理好，这里已经连起来了。袖口相当于两件衣服背对背的这样子叠放在一起一样。现在形容这两件衣服现在摆出来的样子，其实就是两件这个里部的和表部的，就是两件成型的衣服，但是它们都是反面朝外，然后并且它们是背对背叠放在一起。好，然后这袖口这边是相连的。可以看到上面是表布，下面是，现在就是分开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在它的左侧的侧缝，从叉口以上这里其实是一共有4层布，上面2层是这个，我们拿过来看一点吧。这里实际上有4层布，1层、2层，这是里部的左侧缝，然后下面这个是1层、2层，这是表部的侧缝。那么我们就要现在我们就把它们这4层布，按照现在摆放的位置，上面2层是这个表布，下面2层是这个。上面2层是里部，下面2层是表布，然后从对齐之后，包括之前的剪口啊这些对齐了之后，从这个叉口开始，一直缝到袖口，一直缝到袖口。所以说这里一定是全部都要整理平整，袖口这里一定是分缝烫开，整理平整之后，好，然后来把
给全部就四层布一起缝合在一起。好，这是左边的侧缝 ，OK， 左边的侧缝缝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注意啊，这是里部的大襟，再拉远一点看。左侧的侧缝缝合好之后，大家可以看这是里部的大襟，我们把它拉开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小底襟这个地方，好吗？我们的侧缝处还没有缝合，我们把底部的大襟拉开啊，里部的这个大襟片拉开，然后这里就是这里也是2层了 ，OK， 然后下面这里也是一样的，是表部的那个是表部的大襟，这里是表部的大襟，我们把它往里面放过去，我们先不要管它啊。表部的大襟，我们表部和里部的大襟我们都拉开，不要管它。那我们也是一样对齐4层布，哪4层布呢？一层是这个小襟，里部的小襟，还有一层是这个后片的侧缝，然后表部的后片侧缝，然后表部的小襟。OK， 我们把这4片也再次在这个侧缝处这样子对齐，剪口对齐 ，OK， 然后一直再缝纫到这个袖口底边啊，在这个期间就是各个剪口一定都是要对齐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一步处理完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好，然后我们就是把侧缝袖底全部缝好了之后呢，然后我们把这块是后片前片再次塞入后片，这个是后片再次塞入原来就是刚才把它理过来之后，这里把它再塞进去。我们不是还有大襟没有缝合吗？把它塞进去了之后，我们把刚才让到一边的大襟片，前片和后片的大襟片，好，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拿过来对齐，依然是保持刚才的样子，也就是这个正面相对啊，之前缝合的东西我们都把塞到里面去了啊，依然是正面相对，然后我们从这个岔口的地方一直沿着边侧缝一直缝合大襟，缝合到领口中线的位置停止。好，现在这个侧边这里也已经缝好了，我们把整个里面再从领口这里再把它再翻出来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里面双光的这么一主要部分，我们已经做好了。然后现在唯一还敞开的地方，一个是岔口的地方，你可能就是把它缝的还不是那么吻合。那你因为毕竟是夹在里面弄的，那可能岔口的地方你会留个1-2厘米，用手针把它缝合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小襟的这个领口这里，那你可以全部用这个手针把它进行缝合啊，折到里面之后用长针缝来把它缝合，先把那个那个叫什么，先把缝缝的痕迹烫出来之后，用手针来缝 ，OK。好，我们用手针把这个小襟的边缘部分给它缝起来。大家先看一下啊，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把那个它们的缝缝分别往内折 ，OK， 往内折了之后，把它2个然后对合。
这个缝上就是这样啊，针脚露在外面的针脚越小越好，就是。OK， 好，接下来就是一直向上用手针缝合就是了。然后，但是在快要靠近这个顺中。就是快要靠近小经起点、底经起点的地方呢，你要停下来留大概20厘米到15厘米的开口。为什么呢？那么在这个地方涉及到我们后面做那个上领子，那么有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把领子夹在里部和表部之间，从反面缝合再翻出来。那么在用这种做法的话，你就要把你就不能一直把这个底经的边缘一直缝到顶了，你就必须留出20到15厘米的距离作为这个反口。那么如果你是还有一个比较更多常见的做法呢，实际上是你是一直缝合到顶了之后，然后把领口先滚一圈，将领口滚边，这个就是做拖领。做拖领的意思就是你先把领圈滚边之后，然后你再来做立领。立领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部件，就相当于也就是俗称的假领子。然后立领做好之后，直接是这样子撩缝在这个拖领上的啊，两种做法，请大家注意。好，我们现在讲怎么画领子的版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三种形式的衣领的画图方法。然后这是普通型、元宝型和凹翘型。那么总的来说是这样子，我们先画一个长方形，这个长，这个是你的领围除以2。比如说我要画的我的领围是40，那么这里就是这个长就是20。这个宽这个地方呢是后领高。那么领高的话，一般来说，做旗袍的领子从4厘米到6厘米的领高，这个你自己来选择。就是这3种形式呢，它的区别其实就在于这个前领的领头的这个起翘的翘度。那么作为就是比较胖的人呢，像我那么我就应该要选择凹翘型。那么这样子可以使这个整个形状变得就是比较贴合你的身体脖子那一块然后这样子让后领这个凹翘型就是稍微胖一点的选用凹翘型的领子，后领就比较低，前领就是稍稍的上翘，这样子比较好看一些。然后对于不胖不瘦的体型的话，那么选择这个普通型的领子，也就是这个领子的这个领子的打版方法，那是就比较合适。如果是年轻的少女通常她们脖子是比较细长的，那么用元宝型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大家可以先看，首先我们在长度上面，我们以普通型为例来讲，在长度上面将这个长度4等分了之后呢，然后这里就是领高，你领高决定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么高领到就是到顶了OK， 这里我们举例是领高4.5厘米，就很多现在你在微博上看到大家做很高的那种6厘米的那种高领，那只是一个很特殊的比较早期，比较早中期20-30年代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流行这样特别高的高领的，但是实际上这样子穿着不是很舒适的，不是一个很舒适的穿着方式，而且对你体型和你的脸型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可以看别人穿的很好看，自己穿不一定好看，所以这个领高还是要就是尽量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OK。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这里有一条斜线这个斜线是怎么来确定呢？就是普通型的这里
这两点之间，从这里到这个黑点之间的距离是1.2厘米，然后元宝形这里也是1.2厘米，但是凹壳形呢，这里因为壳子比较多，所以这里就比较高了。这个地方，这个斜线的这个宽度在这里是2厘米啊，这个点是2厘米。然后定了这个点之后，我们把它和这个端点连接起来，然后往上，在这条斜线上2厘米地方再定一个点，定一个点之后再往上0.8厘米定一个点。这个点定好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连线了。首先我们把从这边左边的最端点以平滑的曲线在前面这里要稍微贴着这个下面这个这一条横线一点，稍微贴着一点啊，然后先拉以平滑的曲线把它拉到这一个点2厘米的这个点。那么这个点再通过这个点我们做一条垂直线啊，垂直于这根线的垂直线，做一条辅助线垂直线。那么我们这根线拉过来的时候，跟这条垂直线稍微切着一点，就是尽量让这里的角度是一个90度啊，尽量让这2根线相交的角度是90度。然后把这个线画平顺了之后，在距离这个端点3厘米的地方再做一条垂直的线，那么也保证它的角度是90度，然后这条垂直线高也是3厘米，然后在这里定一个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把它从领高处的最高点到这个3厘米的点，再到这个0.8厘米的点，再用一个平滑的曲线把它连接起来，这就是我们画领子了。然后基本上在数据上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这个斜线上的这个点，普通形这里是2厘米，然后元宝形这里是1.5厘米。那凹壳形，因为你要翘的比较高，那这2个端点之间的距离是2.8厘米啊。OK， 这个就是你看，包括这里，你看你会画一些直线连接这些关键的点，然后帮助你来把这个曲线画的平顺一点啊。这个你要慢慢的把它画好就 OK 了。好，接下来我要画我自己的这么一个的领片，我选择做凹壳型的，而且就是我要做领托，我做托领，然后把这个领子做成假领子 ，OK。好，大家，我现在演示一下怎么画这个领子。我要做的是凹壳型的领子，我的领围是40厘米，所以我的这个辅助框的长度是20厘米，也就是40除以2。然后我的这个框的这个宽度呢，按照刚才大家看到的，我凹壳型后领高，也就是这个辅助框的高度，我做5.5厘米。5.5厘米高，其实做6厘米高也无所谓的，都可以的啊，我觉得是都可以的，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OK， 20厘米，20厘米，然后4等分。4等分了之后，我们在这个线上，因为凹壳型这里的这个辅助端的端点是2厘米，其他2个形态这里辅助点的距离，这一点的距离是1.2厘米啊，大家不要搞错了，我刚刚那个图上是没有画的，但我现在跟大家讲啊，这是2厘米，然后连接这边的端点，辅助框的端点。你这条直线，在这条直线上，如果是做凹壳型的话，在这条直线上你取的是2.8厘米的起翘。如果你是元宝型领的话，在这个端点你取的是1.5厘米。如果你是普通型的这个领的话，这个端点是2厘米啊，起翘是2厘米啊，因为元宝型适合年轻一点的女性来使用，就是因为年轻女性的脖子会比较细一点，所以说起翘稍微低一点。然后不管是哪个型，这一点再往上取取0.8厘米啊，0.8厘米，取0.8厘米，这个是作为2个领头合并处，一定是一个
直线合并的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起翘点上面去画一条3厘米，直接就画一条3厘米的垂直线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步骤3厘米的垂直线，然后再在这条垂直线上再画一条垂直于这条垂直线的垂直线 ，OK， 也是3厘米高 ，OK， 我们先这样画好，你也可以待会儿再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用六字尺来把这2个端点连接起来其实也不是这2个端点，是这个端点和这条线。那么，因为我们要让它保持平滑，并且在这个4等分，我把它画出来，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个4等分，在第一格4等分的第一个地方，我们要尽量让我们画的这个曲线与底边是齐平的，就像是一条线一样的，是直的。然后我们的最后的这边的这个端点最好是在这个3厘米线的中点部分这样子会就是感觉这个曲线会画得更平滑一点。这个你是以自己的这个习惯来画了 ，OK， 好，这样画好了，然后在这个3厘米的现在就是我们在这条线上面，我们刚才我们的后领高这整条线段是5.5厘米，那我的这个凹翘型的领高是不会做很高的，那么一般都是做4厘米高再低其实也不是很好了 ，OK， 我们把这2个端点，这个3厘米线的端点和这个领高端点直线连接。那么我们先把这个3厘米的点和这条0.8厘米的点用这个尺子给它，包括这个起翘的这个点，这3点用合适的曲线度把它连起来，而且要做到这个0.8厘米这条线段尽量是齐平的。尽量就是这2点0.8厘米的这个点像直线一样近似于直线，然后在这2点以弧线相连，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了。OK， 然后什么是这里我们连接直线连接？什么是凹翘型呢？就其他2个实际上当你做辅助线的时候，你这个上领的上部的领子领缘的地方，它可能是突出去或者就是一根直线，好。但是凹翘你肯定是要低于你的线段，肯定是低于这条直线的，才能翘起来，不然就是不是翘起来的。好，我们依然是在这2个端点之间用这个尺子来量出合适的角度，你可以合适的角度，差不多也只能有1个点。不要翘得太高，不要落得太高，稍微还是要平滑一点。好，差不多。好，这个形状就出来了。那么这是一个没有那个加缝缝的，缝缝的话自己用那个用这个打板尺在外面再画一条。这个是1厘米，1厘米太多了，我用那个打板尺来画，到0.7厘米差不多。画1厘米，画1厘米的这个。
现在我们就沿外圈缝缝把这个扭圈的纸样剪出来。这是一个对折的纸样，剪的时候把面料要对折了之后来剪裁。先用这个纸样剪好你的面部和里部之后，领面和领里之后，再去掉缝缝，剪裁这个树枝衬、里衬。好，这就出来了。好，我们现在来这个剪领片啊。这边打板打好的纸样放在一边，然后领片的话，是做剪一对啊，一对的话，我们把面料，首先这个是经线方向，这个是纬线方向，也就是这个是一长的方向，那么我们领片的方向是这样子，顺着一长的方向这样子摆的。那我们先第一步，因为我们直接一次性就剪一对出来，所以我们把面料的正面或者反面向上都无所谓的，因为我们剪的是一对，它都是相对的，所以说我们先这样折叠一次 ，OK， 然后再折叠第二次。那看你的面料的性质是怎么样，好不好剪？不好剪的话，你可以折叠了之后呢，你先把那个就是先把它的那个中缝给熨平，以免你在剪裁的时候出现拉扯啊什么的，让整个领片就不对称，这样是绝对不行的啊。所以说，可以先熨烫平整了之后再进行剪裁，特别是中缝的位置。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剪裁。好，我们先把这个摆好。摆好了之后，我们它画出来，形状先画出来。现在这个纸样是有缝缝的纸样啊，我是决定里部和面部都用同一个面料。有些人他是会选择领面用表布，然后那个领里用那个里布，用不同的面料。这个看，因为领里是贴着你的身体的，你的脖子的，一定要舒服。所以你的面料，如果外面的面料是比较硬的面料的话，还是建议你就是选择比较舒服的面料作为领里。好，接下来我们按照这里不剪断啊。剪的时候面料一定不能移位。剪出来了以后，我们自己标记一下。打叉的，是同一个方向的啊。OK， 看你的面料了，因为我这个面料正反面是一样的，所以说。然后我们把这个的纸样的缝缝去掉，剪裁树枝衬。
先去掉缝缝啊。好，这是树枝衬的样子。我用的是比较软的这种树枝衬，你也可以用，但是有很多人做的时候，他其实是选的是那个更硬一点的，这个看个人喜好了，你喜欢做的更挺一点，特别是你如果要做那种高领的，可能就是非得要那种很硬的那种的啊。自由选择了，这个衬的形状将会定义你自己的那个衣领，所以说你一定要剪得很准确，一点一点都不能够错。还是一样的，我们先把它画出来形状，把形状画出来。这边是折成2折的啊，这样子，固定一下，我们来剪。稍微修剪一下这个圆头的领头的这个部分，一定要非常的平顺。一定要对称，因为它是整个定义你的整个立领的形状的。你如果不把它对称的话，一边大一边小，做上去就会非常的难看。OK， 好，现在我们就得到了领片一对，然后树枝衬。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把领子给它做好。那么做领子呢，我们先把这个领衬定位烫在这个领面上啊，领面上面，先把树枝衬领衬烫在这个领面的反面。OK， 位置一定要固定好，烫在领面的反面。烫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缝缝扣烫进来啊，把整个形状，把它的这个形状围着这个领衬的整个形状，它的缝缝都扣烫一下，把它扣烫出来。OK，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是让领面和领里的正面相对，沿这个外圈缝纫1周。
缝纫1周。好，我们已经沿着这个领衬的这个最边缘的这3边把这个领里和领面正面相对缝合了，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这个领衬的边缘部分来缝合。同时在缝合到底边的时候，要把这个领面这边的缝缝给它折过来折过来，看到没？把它折过来缝。好，接下来我们就是修剪一下这个边缘部分的缝缝，剪短一点，然后那个看剪短一点，然后在弧度的地方打剪口，然后把底边的这个领底边的这个缝缝扣烫进去，把这个领里的这个底边的缝缝也按照形状扣烫进去。好，看转角部分剪全齿状，然后把缝缝扣烫，然后反面的缝缝也扣烫，然后翻开正面，然后把这个边缘这个缝合部位的这个缝合线烫平然后我们把它折过来。OK， 去除掉多余的缝缝这边领子转角的地方的多余的缝缝，这里的缝缝剪去，然后用长针缝将这2个缝缝捏在一起，看到没？对准领底的部位，用长针缝将这个领底的底边全部缝合因为这次我是要做传统的做那个托领托的，所以说也就是做假领子，所以说这个领子我们要先完全把它做好，然后再缝上去。长针缝或者你其实撩针也是可以的，就是不要把它露在外面就好了。针脚细一点，慢慢的来。不要领和领里的那个一定要对齐，缝2针要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的扭曲或者是拉伸，保证整个立领是一个非常平整的一个状态。这样先固定这个领部中线的位置这样缝过来，这边看不到任何的针脚的。好，这样持续一直缝完。
好，我们把这个领圈做好、缝好，然后熨烫平整之后，用珠针把它卷成一个圈来定型，然后用珠针固定，先暂时放在一边。然后我们现在来给那个大身的领圈，给领圈滚边。然后现在我们来给大身的领圈滚边。首先我们用一个斜裁条，你可以用这个斜裁条的材质，你可以使用同色布料。你如果没有选择用包边的话，其实是使用同色的布料是比较好的。那我为了做这个教程呢，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所以我选择了不同的布料，来做这个领圈的滚边，也就是所谓的托领。OK， 好，这个这是3厘米，这是3厘米宽的这么一个斜裁条。斜裁条怎么裁剪呢？OK， 待会儿我演示一下斜裁条怎么裁剪。好，我们简单用这块小的布来，就是演示一下怎么做这个斜裁条。首先我们假设我们要做的斜裁条的，这个，是3厘米宽的斜裁条。那么我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就是我们会做一个4条平行的这个斜裁条，所以说我们这个布的这个高度，宽度是3厘米乘以4，也就是12厘米。那我们可以12厘米，那么就是我们假设这个方向上就是如右上图所示的，从浅蓝到深紫的这4条边，它们相当于是等腰直角三角形的底边。如果是要用同色的表布的这个来做滚边的话，那么你就要比你的那个面料的选择是你的旗袍长乘以2。首先这是第一个，长度是旗袍长乘以2啊，然后幅宽的话，那么就是你的肩袖直线的长度乘以2，也就是你通袖长度从你的左边的碗口，左边的袖长到左边的袖口到右边的袖口，手臂平举拉起来是多长？那么这个就是你至少要你的幅面的这个宽度。OK， 那么我们先不讲这个宽度是多少，我们一般宽度90厘米。最窄的90厘米差不多了，那种比较好一点的布，或者是那种老古早的布。那么一般来说，1.1米到1.2米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幅宽。那么我们所以说它的长度其实我们就不用管，我们就是按照多50厘米，我有讲过多50厘米来预备做这个同色面料的这个包边，你就比你的那个两倍的。旗袍长再多50厘米就可以了。那么你剩下来，你就在剩下的多出来的50厘米，你先量取，这个我们刚才说做3厘米宽的斜条，那么我们一次性剪4条就可以了，因为其实这也是已经很长了，12，那就是12厘米。我们做一个记号啊，12厘米。先做一个记号，我们要剪这么一个长度的一个宽度的出来。我们做好记号之后，先把这个12厘米的这块布面料我们给它做出来。好，然后我们分别其实是要做一个平行4边形的，在底边和下边和上边分别标记这个12厘米的点，然后我们把它与端点相连。好，与这个角的端点相连，它就成了一个平行4边形。好，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平行4边形剪下来。
好，注意我们在画这个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正斜部，也就做这个斜裁条的时候，我没有跟大家说清楚。我现在要强调一下，这块布我现在剪的方向实际上是顺着直丝的方向来剪的但是我们实际要剪的时候要斜着剪，45度角来画这个，在对角线上，也就是它的对角线，你要跟那个经线或者是纬线你是齐平的，然后在这个对角线上来画这个平行四边形才是对的。一般都是4条一起裁，特别是我这个因为是缩小示意版，一般来说90厘米长度，90厘米长，这个在它的幅宽是90厘米长，你做一个这么一个4个条，4条一起裁的话，差不多已经就足够包边了。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成了运出了4条，这就是我们1、2、3、4这4条。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先是把下面这个角给它往上折出让这2条边平行合在一起，但是要让这个小尖角呢折到什么位置？让这边这个小尖角稍微再伸出去，大概0.5厘米的样子，0.5厘米的样子。而伸出去的为什么伸出0.5厘米呢？伸出去的这个角度就是待会儿我们要从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拿近一点看啊。好，我们把它对齐这2边，把它折上来。这里伸出去这么一个小的角度，那我们待会儿从这里这条交叉口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缝缝。那么沿着这个缝缝平行于这条线，沿着它这里，用车缝一道直线，然后另外一边是这个小的这个，只折两道横线的距离也是一样，在这一条线这里，我们先在这里剪一个。现在在这4根线，这4个折痕的中间，我们剪一道大概10厘米进去 ，OK。好，剪10厘米进去，也是一样的，虽然是，然后把这个尖角伸出去的尖角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折对齐这个边折，然后也是伸出去0.5厘米 ，OK， 然后沿着这个交叉角的地方作为缝缝，一直缝到这个直角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剪，这样子放大一点，大家就看得比较好 ，OK， 再整体的看一下啊，45度角啊。remove 的就是去掉的是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腰长就是12厘米 ，OK， 然后这边折上来，这边中间剪开，把下面这个挪开，然后上面这个小尖角往下折，要稍微伸出底边，这边也要伸出底边，伸出底边的长度为0.5厘米，也就是你的缝缝0.5厘米 ，OK。然后沿着边平行于这条边来车缝1圈。好，现在这2边已经缝合好了，看到没有？缝合
合好了啊，然后可以看到这边一定是有它的缝缝的这个长度的小尖角伸出来的啊，不然到时候你剪了这个布料就是对不齐的，一定是这样子的。OK， 好，现在来剪，我们先从中间，刚才已经剪出0.5厘米的这个地方，剪进去10厘米的地方，再继续剪。好，沿着我们烫出的这个痕迹一直剪，好，一直沿着它的夯出的痕迹一直剪，剪到头，也就是这个车缝的顶点的地方，好，我们拉开看，那已经是一个比较长的，拿远一点看，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一条长的，变成了2条并在一起的，4条已经变成2条了。OK，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缝合的没有剪开，那么我们从这边再沿着这个烫机线再剪进去。好，那边也是一样的，沿着这个烫机线剪到头，但不要把它剪断啊。OK， 我们把它打开，就成了一个已经缝合在一起的，两边边缘是非常平滑的，这么一条很长的一个斜裁条了，而且是已经缝合好的了。然后我们之所以这样裁是，第一个是要保证它的缝合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形状。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把它分缝烫开，你可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每个接缝，这样的做法，你的接缝是最少的，而且你的接缝的你看这两边，你不是弄成很多小条然后再来缝合，如果那样的话，你很有可能在这个接缝处你可能就做不平。那你现在缝合了之后再来剪就会很平整，然后把这个地方分缝烫开了之后，把伸出去多的这些伸出去的那个多余的布角给它剪掉 ，OK。就会非常漂亮的这个一个协调就出来了。像这边粘在一起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剪开。分缝烫开之后会有那个缝会伸出去，有一边会伸出去，把它剪掉就好了，平着剪掉。OK。这边也是。好，协调就是这样制作的。至于这个斜裁条你要做多宽，这个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想要做多宽的滚边，好吧？你就是要把自己制作滚边的那个正反两面的缝缝，包括你的布料的厚度啊加进去就可以了，就可以大致计算出你需要多宽的这么一个协调，然后你再乘以4，那个宽度乘以4就是你在裁制这个协调时候需要的布料的这个宽度，长度你就根据你的布料的你已经购买的布料的幅面来做就行了，一般不低于90厘米，可以做很长的这个协调了。一次性你只裁4条，你都可以做很长了，这是足够了啊。实在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做第2条，因为实际上你看3厘米的条其实已经蛮宽的了，你裁那么短，12厘米，
你这多买了50厘米的，你可以做很多条啊。接下来呢，我是要给我的那个领圈，因为要做托领，我做的是假领，那么我要给我的领圈做滚边。领圈做领托的话，我首先是要给我的这个斜裁条烫一个0.4厘米的，烫出把扣烫的缝缝，那个先烫出来。我决定扣烫的缝缝是0.4厘米，所以我先把它给烫出来。先扣烫出0.4厘米出来宽。朝那个斜裁条的反面来扣烫，就是把反面扣烫在内让正面朝外，0.4厘米一般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把另外一边对比缝中间的缝留0.1厘米的样子，稍微留一点，作为那个布料的厚度，也对齐给它扣烫。我们先再给它弯进去，再把这个扣烫的同样的再折一道。好，这边我们扣烫差不多也是扣烫0.4厘米进去。好，接下来我们把领圈先梳缝一圈。好，我们先把这个领圈先梳缝，你可以先梳缝好，梳缝一圈，然后固定这个领圈上面的表布和里布，然后把我们刚才就是给它烫了0.4厘米缝缝的这个包边条、滚边条，让它滚边条的正面与表布的正面相对，然后沿着这个0.4厘米的这个烫基线一圈，然后这个0.4厘米的线对准的是你在领圈上的这个完成线，领圈的完成线其实就是你的实际领围的那根线，所以你之前先把这个记号标好，然后画出来，沿着你的实际领圈线，因为我们不是留了缝缝的吗？留了1厘米的缝缝的，但它的实际领围领圈线也是在里面那一圈的，那么我们把那个完成线，这就是你去除掉缝缝之后的那个线，其实才是完成线啊。把那个线画出来，在领围上画出来，或者是你用这个梳缝也是可以来画的。我这里不是，我只是固定。然后画好了之后，把这个滚边条的正面和面料的正面相对，然后这样子沿着那个缝基线缝合了之后，修剪你的这个边缘，修剪你的领圈，就是你的表布和里布的边缘部分，就把这个滚边的这个缝缝给它挪开，然后修剪这个边缘部分，修剪到0.4厘米。因为原来你是1厘米嘛，修剪到0.4厘米或者更短，但是
关键这个短你不能够让你的领圈的面料，根据你的面料不要让它脱线就好了。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把这滚边布翻过来，夹住你的那个往回，按照你刚才不是烫另外一边也烫了吗？扣住你已经修剪过的缝缝，把它向内侧，向里部的方向卷过来，然后边缘有稍稍留一小条，这个在这边，一小条滚边布的在这边，然后沿着这根缝，沿着两个的接缝处，用新点缝把这个滚边布给固定在领圈上面啊，用新点缝来固定完了之后，你再翻到反面，再用那个再撩缝把它的边缘部分撩缝在里布上面 ，OK。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包边布给翻到反面之后，按照之前扣烫的折过来，直接把它给撩缝在后领圈的内部。好，我们这个领圈已经滚边滚好了。那做这个做领圈的滚边的时候，你这个滚条要裁多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特别你在加里布的时候，你的滚条，因为就是你的缝缝还是有一点在这边的，因为要让它鼓起来嘛，所以说你要考虑到你的这个布料的折过去之后布料的厚度是多少，来一般一层布你就算0.1厘米好了，也就是1毫米。所以说你折了4层过去的话，差不多0.4厘米。然后你的缝缝在表布上的这一侧的缝缝是0.4厘米，然后你再扣过去至少要0.5厘米乘以2，0.4乘以2加上0.4，然后再加上0.5乘以2，这边就是至少是1.5加2.7 3厘米。你3厘米，但是我觉得这个3厘米你可能会要做的比较辛苦一点，所以说我觉得4厘米到4.5厘米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个宽度，做领边那个滚边这里领圈的滚边。OK， 你做好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上领子领子我们就从内侧，从反面沿着它的这个完成线沿着完成线领圈完成线，我刚才讲过了就是10几米的领圈线，然后直接撩针把它撩上去好了，用同色系的针直接撩上去就可以了。然后正面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个鼓起的鼓包就是你的滚边就在这里了 OK。然后夏天的时候或者天稍微热的时候穿起来，你要不想穿立领，就直接把领子去掉就可以。你也可以做别的领子，星座领子做高的低的都可以，然后只要领圈的维度是一样的就可以了。然后你在上领子的时候对齐两侧的端点和中点，然后注意保持整个这个上领的一个均匀性就可以了。OK， 下面我们把领子上去。好，我们衣领上好了 OK， 然后我们对齐 OK， 对齐。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领圈的内侧，在衣身的领圈这个部位衣身的领圈这个部位给它加上那个套钩，缝上套钩 OK。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就开始定位给这件衣服这件旗袍，定位它在开襟线上的暗扣和它的这个盘扣的位置，包括在侧缝的盘扣的位置一般侧缝上的这个盘扣的位置是10厘米一个 OK， 我们把位置先定下来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旗袍整理一下，让它边缘的对齐，然后画出这个扣位。一般来说，盘扣与盘扣之间一般是相隔10厘米10厘米左右。但是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
你因为是量体裁衣嘛，你根据你的叉口，然后到你这个开襟处的量的位置，然后你一般来说是6到7颗，然后6到7颗盘扣，然后你除以这个6到7的这个数字，然后你自己把它平均的把这个扣位画出来，然后斜襟开襟上的也是一样，我这里只做这个开襟提的这个地方做1个扣子，然后这边开襟的地方我都是做画的位置是拿来做盘扣的啊，这盘扣在下面固定，然后我的领口会放1个盘扣啊，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来做扣子。首先我们按照之前教的方法裁好协调之后，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扣子的面料的选择和颜色的搭配自己来选择啊，我选择用藕色来配我的这个灰黑色。那么协调裁剪好了之后呢，然后我们给它敷上这个在它的反面敷上这个可容衬。OK， 然后我们把正面相对对折，然后熨烫这个将折线熨烫定型，然后我们在这个我现在做的扣条的宽度是0.6 OK 0.6厘米，然后再拿近一点看，然后这里0.6厘米的地方，我们缝一条直线 ，OK， 然后我们修剪修剪一下边缘的缝缝，修得薄一点啊，这样好翻一些，不然太厚了。修得差不多0.2厘米的样子，2毫米的样子，把多余的部分修剪掉。来帮助我们将那个扣条的正面翻出来。我这里做示范是用的多余的那个扣条布来做，所以说并不一定是这么长的，就看你自己到底最后你选择做什么样的扣条。我现在只是演示怎么做扣头和怎么翻这个扣条。好，穿进去，固定。OK， 这里看一下，拿近看一下。在这里把它在靠近缝缝的地方把这个扣头给它勾住这里，固定住那个头上的圆环固定住，然后我们来把它拉出去，把这个从这一头慢慢的理，把它翻出去。轻轻的，不要把那个头拿过去，一点点的把它理出去就好了。好，你看正面就翻出来了。好，然后现在这个整个是个圆的，我们用熨斗把它熨平一点啊。然后缝合线在侧边一边。
这个接缝的地方在侧边 ，OK， 接缝的地方在侧边。好，口条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盘这纽头。好，我们现在来盘这个纽扣、盘扣。我现在演示的是做直扣，OK，这个纽头的这一侧长度是32厘米 ，OK， 然后现在大家来先看着我这个手是怎么样，这是左手，这是右手 ，OK。好，稍微长一端握住，刚刚超出掌心，握住，绕过食指，从后面绕过食指，然后从后面绕过大拇指，成这个样子，然后握住，换一边握住，把最开始握住的那一端拿在手里，然后把大拇指的这个套取下来，然后从中间提出在食指上的这个套提出来一点点提出来一点点，然后把最开始握住的这个绳头从这个提出来的这一块穿过去，好，拉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这边食指上的这个不要放掉，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八字形的，可以看到有个八字形，中间这里是有一个小洞的，看到没 ？OK， 中间这里是一个小洞，这后面是没有放的，这里是一个小洞，是这样子的大家要看清楚啊。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个八字理得稍微紧一点，方便我们接下来来进行这个盘制尽量让两边的纽条它的长度是相等的。OK， 你需要一个钝头的镊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你需要使用一个钝头的镊子以免勾坏你的这个纽条的面料。好，我们这个纽条要拉紧一点把这个八字整理的稍微紧一点、小一点。食指还是不要拖出去。OK， 我们把它做的稍微紧了，中间就是尽量紧一点，中间这个洞在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边一定注意是你还没有拖出去现在两根条，我们分别从后面稍微推出来一点，不要稍微推出来一点，然后从这个中间这个洞这里分别把这个纽条拉出来。好，然后后面的这根也是从后面从这个洞推出来，这个洞从后面中间这个洞拉出来，同样一个洞刚才拉出来的那个洞，同样一个洞拉出来。好，这个时候你要保证你的那个缝缝，就是你这个纽条的缝合线，它们两个纽条是在同一个方向上不要一根在上一根在下。好，现在这个纽条基本上就成了，这里是纽扣的鼻子，你可以做，你也可以不做。有些人传统做法他喜欢把这个鼻子弄一个小尖尖出来。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子，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做的时候最后一步你稍微提一提，再理一理就好了现在我们就用镊子把整个这个纽头慢慢的这个步骤很慢的一点点的把它给拉紧。
看清楚自己的要拉的那根柳条它的走向，然后顺着这个走向去拉，不要让这个柳条的布，就是拉得太紧，以至于皱在一起了，都要保证它这个柳条的，就是平整，保证整个柳条在这个制作过程中的平整性。哪一边短了，你稍微拉一下，你看看这根线的走向是哪里。找到了，你找到，顺着它走到头，然后拉一拉它，拉紧。这个过程是很慢的，没有办法快的啊。你要做一个好看的柳条，肯定是快不了的。柳头一定要紧、圆 ，OK。
OK。纽条做好，纽头做好了 ，OK。然后把多余的剪掉。我这个纽头是32厘米啊，保证每个都一样。好，你需要做多少就做多少。然后你在做那个扣头的时候呢，扣盼那边。就是一样的。首先你要量一下，你把整个刚刚好，整个套一下这个圈，你大概需要多长的？因为根据你的扣头，你这个扣盼到底要多长，你做一个记号，你量一下。我这边现在要稍微就是刚刚量过它的直径，再稍微小一点，因为可以就是有挤压的空间的，所以稍微再小一点点。刚刚量过，再稍微小一点，然后量一下它的距离是多少？可以3.5厘米。那我扣头需要3.5厘米，那我的这个后面的扣身的部分，看一下3.5厘米。我的实际的扣尾是4.5厘米，所以说两侧扣尾加起来就是4.5乘以2等于9厘米，再加上3.5厘米的那个扣盼，所以说应该是12.5厘米。做扣盼的话，需要每根条是12.5厘米。然后我们对折，然后在扣头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扣套的这个地方，用针先给它固定。好，我们来先缝合。这里主要是定一个位置，然后后面的缝合，再把它缝到衣领上的时候再来做。我们现在是要把它的扣尾的部分做了，这边只需要打个结啊，固定一下它的盼的位置。首先呢，我们做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用扣心呢。如果用扣心的话，我们的这个
就是里面如果有香绳的话，我们把香绳尾部的香绳拉出来一点，剪掉大概就是1厘米的长度的扣心，让这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纽条就变成空心的，这样我们接下来就好制作。那既然现在没有的话，那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的是，我们要把尾部在这个0.5厘米的地方，0.5厘米的地方啊，比好在0.5厘米的地方，我们要把它缠绕固定起来。0.5厘米 ，OK。好，先从中间缝1针，尾部缠绕，就直接这样绕圈，一定要缠紧一点啊。然后再从中间再过1针，你可以在这里打结固定，你也可以，如果你对自己的你做的比较熟练的话，你也可以就直接缝下一步。但是我们先打个结固定吧，因为扣尾一定要做的圆润整齐才好看。好。这边打结打好了，我们先不管这个多的，到时候最后我们再来给它处理掉。然后首先就是，有缝剂的在下面啊，我们然后把这整个扣尾给往下弯，把这个已经结好的这个，把已经结好的这个地方藏在这个屁股下面。你这样弯过来之后，这里就会有一个小的凸起的一个稍微宽一点的地方。你这样弯下来之后，你就正好把你刚才缠的那些线啊什么的，全部都给它藏在这个屁股下面了啊。OK， 藏在这个纽扣的屁股下面。OK， 然后你再在这个尾部的这个地方，就紧贴着这个缠，不要让你缠绕的线记录在上面，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测量的一个，让你能够保证自己做对了的。OK， 捏紧，然后从1/2的地方进针，然后把这个尾部固定。在捏的时候，再把它折过去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这个尾部的这个形状是一个对称的、圆润的一个头。如果不够圆润的话，你就从调整位置，直到它圆润为止，然后再把它就是固定。老派的做法就是不希望有尖头从两边弯过去的时候，不希望有尖头从两边给它伸出来。所以你如果有那个镊子的话，你来把它捏一下，再来做，就是会更是那个方便。
木头的针一定要均匀、细、平，不能一针大一针小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按这样子把整个盘扣给做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借鉴一下别人做的盘扣的侧面图，你大概可以知道盘扣是怎么缝上去的。就是边缘的缝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上面好像不大看得清楚。这是尾巴，从正面看这样没有鼓出来，当然也有鼓出来的。这是我做好之后的纽扣完成图，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怎么上纽扣呢？从这个是纽条的中段靠下的位置，
均匀的线头啊，一针一针的把它和那个表布相连，然后这个扣头尾部纽扣的盘扣的尾部的地方，看到没有，稍微长一点，然后让整个扣头圆润的。首先一个保证它的圆润，然后再和那个表布相连啊，能够做到这个如此的均匀，这是很难的。特别是你这种老花布还好一点，比较拿得住。你要做丝绸的话，你用力太过的话，它还会滑来滑去啊什么的。反正这个上直扣其实是最难的。所有的盘扣当中，上直扣是最难的，这个你要慢慢练习，一针一针的来。先在那个衣服要上扣子、要上盘扣的地方，先就把这个长度画好。这个装盘扣的地方，这个用粉线把它给画出来，位置、长度都不能只是简单的标个位置，你这个长度都一定要一丝不苟的画在那里，尾巴在哪里打个十字提示，不能超出这个地方，一定是这样子的，好吧？这个是，然后装的时候是前片装的是纽头，后片装的是纽畔，好吧？重指缝教程首先我们以这块布来做演示，这里是叉口，一般在距离叉口3-4厘米的地方左右的地方，这个完全看你的这个叉口的滚边的这个宽度滚边越宽的话，你可能需要做距离那个叉口就是叉尖的这个地方要更远一点。那总归以美观和实用为这个准绳，那么一般是3厘米左右。好，我现在来演示，线不要太长，大概20-30厘米就可以了。然后打好结双股线。好，这面是正面我们从反面的上边进针。那我们做一个1厘米长的重指缝，那么就是每边是0.5厘米，所以从这边上面先进针。那 OK， 好，然后再从下边这半边的0.5厘米的地方一定要对合不要错开了。再进针，然后再从它刚才出针的地方，上片部出针的地方再穿出去。好，穿出去。那现在这个地方下面针尾不要拉出去。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布理一下，把这个线理一下。拿远一点看。OK， 就是理成这样子。这边是一个相当于这边是个大的圈，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大的圈。OK， 然后我们来把它拿起来左边、右边手指一套。然后让针头从这边穿进去，等一下透出来，保证这个针尾不要，就是不要走过去。在进行的时候，在做重指缝的时候，捏住这个地方。拿紧
右边一个套，然后套到针尖处，拉紧，不要拉得太紧，刚刚好就行了。然后另外一边也是。拉紧，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看。这是右边的线，转圈，然后从这后面穿过去，拉紧，然后左边这个线转圈。然后拉紧，然后一直这样子，大概在这里也做出一个长度为1厘米的这么一个套结的连环。那我们继续做，注意不要拉得太紧，因为你最终你的线，你要保证你的针，包括针尾相连的2股线能够顺利穿过去。你要是做得太紧的话，针就有可能穿不过去。在这个过程中，针尾不要脱，针尾不要穿过布料啊，一直要捏住它。还差一点。力道要均匀。好，那这样这里差不多1厘米了，我们轻轻的捏住，然后把针尾穿过打出的套结，整理一下我后面的线，好，慢慢的、轻轻的拉出去。把绳那个后面的后面的线不能做太长的原因，就是你这样拉的时候有可能会打结，所以说不能把线尾留得太长，在做套结的时候，慢慢的理着把它拉过去。翻过来，倒过来，来盖住这个我们的敞口，再拉一拉。继续拉，不要把拉的慢慢的到最后这个地方慢慢的拉的让它严丝合缝就可以了，不要拉得太紧了。OK， 这已经拉好了，看到没？已经拉好了。然后把针再从这个地方再穿到下面去，然后在背后打结。线太粗了，做展示的线太粗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么一个重指缝就做出来了，拿近一点看啊，在后面打好结就可以了。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重指缝更重要的是一个美观，它的那个稳固的程度我感觉是比不上做普通的套结的。
像个小虫一样的在这，确实是像个小虫一样。背面就是一根线。好，这就是冲字缝。那么普通套结打的话，那就是会比较那个。普通套结打，我们就挨着它再来做。普通套结直接从后面穿针，在同一个位置绕2圈，后面也做0.5厘米的。好。整理好了。我一般习惯性是绕2圈，然后开始做套结。绕1圈我觉得不稳，在同样的位置绕2圈好了。好，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OK， 好，现在都是正面啊。从最边缘的位置入针，然后出针，从2根线的边缘位置这样子入针出针，然后捏住上面这根线，绕针头1圈，2根线一起，然后重复这个动作，并排，重复这个动作并排，把下面这个横着的线全部埋进去。所以你这个只要做的均匀就可以了。这样子做的肯定是非常结实的，比冲字缝结实。但是比较难的就是你需要把它做得很均匀，不均匀就不好看了。冲字缝的做法是能够保证你肯定能够把那个，肯定能把你的套结做得很均匀，但是它不够结实。肯定是套结是肯定是没有那个冲字缝那么好看的。其实就是锁纽孔的那个针法啊。
最后一针再穿到从外面包住这个环，最后这个环再穿到背面去打结。我这个做展示的线它比较粗了，所以说你可能看不出来它的这个好坏。好，大家知道怎么做了，然后就是把它做的平整就好了。OK， 这个是虫子缝，这个是一般的套结缝。最后一个关于就是镶花边的问题，镶花边呢，因为我们做的是里面双光的嘛，那么镶花边的话，其实你就会选择比较素净一点、比较窄一点的，然后直接在上扣之前你把这个花边沿着边缘部分，然后撩在这个你要上的部位，一般都是这个大筋啊，然后大筋全开筋的话，一直到下面，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衣领这边，衣领这边在做到转角的时候，要稍微烫一下，把它烫成这个衣领的这个形状，就是不要在这边在衣领这里有折角，衣领这里不要有折角。领头的这个地方就不要有折角了，领头的这个地方就不要有折角了。好，也就是慢慢的用那个很小的针，就是一点点的用同色系的把它撩在这个边缘，这是一种做法啊。你如果做这种双面光的这种，有很多花边，很多旗袍的花边，你可以看一下，它并不是跟衣料缝在一起的，而是在做好了之后，然后撩在边缘上面的。但是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大，而且非常细了，是可以这样子做的。这个是领圈上缘，然后领圈外围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步骤肯定是在上扣之前就要完成。我自己穿这个我是没有打算要上这个，主要是急着做，所以说我也没有要上花边，因为上花边也没什么花头，你就是细心慢慢的来，遇到转角处的话，你也需要折一下的，像这种厂子筋的转角处，你可能就是需要折一下了，折一下，你细心一点处理，就是你慢一点处理，折出来的这个拱起来的这个地方，从反面压下去就可以，然后熨斗烫平就可以，然后后面再用针稍微撩一下，不要跳起来就可以了。然后袖口、大筋和叉口全部都是可以上的。我个人是觉得我是比较喜欢纯棉的这种纯棉的细花边上会比较素一些啦，都比较好看的，比较素一些的。但就是你把撩上去肯定是会非常费时间和手工的。OK， 好了，祝你手作愉快。如果大家在制作当中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反正就是给我留言，我也不敢说教大家，但是就是大家一起探讨吧。OK， 谢谢，再见。